拜托，平凉王妃，你该不会以为本姑娘会乖乖束手就擒吧？你以为本姑娘在这京城为什么混得人嫌狗呸，人惧狗怕，连阎王爷都绕道走？本姑娘要没点防身的功夫，早就渣都不剩了，还轮得到你到本姑娘面前来瞎逼逼？好得很呐！本妃倒是要看看，今日本妃能不能惩治于你。来人，给本妃打！外面呼啦一下就进来10多个护卫，在曲阳侯的注视下，军妻轻而易举的就把那些个人给打得都起不了身了。不过倒是没有死人。平凉王妃怎么样啊？要不要过2招？何大小姐可真会开玩笑，看来今日本妃与何大小姐是不能够达成共识了。既然如此，那本妃就不打扰，折腾他半天就想这么轻易的离开啊？君妻哪是这么好脾气的人呢？平凉王妃啊，你这身功夫没个20-30年的勤学苦练，恐怕成不了吧？不知平凉王妃师承哪位高人？说出来，让本姑娘也去拜个师学2招呗，说不定咱们俩还能成为同门师姐妹呢。你欺人太甚！说着，又惊又怒的平凉王妃摆开架势就朝着君妻袭来。说实话，平凉王妃的功夫真心不错，只不过这一般的功夫都透着阳刚之气，而她的功夫却带着一股子诡异的阴寒之意。不过这平凉王妃就算再厉害，跟君妻这个千年老妖那也是没法比的。最后平凉王妃被君妻一掌撂倒，君妻不解气的冲上去，啪啪啪就给了她2耳光。今儿姑奶奶就告诉你，落娇是生是死，是嫁人还是做一辈老姑娘，都跟本姑娘无关。她要有本事把我从莫王妃的位置上拉下来，我佩服她的能耐，但你们要敢跟姑奶奶玩心眼儿，在姑奶奶身上使手段，那就别怪姑奶奶心黑手狠了。打完了平凉王妃，又警告她2句，君妻扬长而去。可是让君妻没有想到的是，她刚离开，宋倩如就死了。君妻因为杀害亲母，被曲阳侯给告上了公堂。元正帝听到这个消息，心脏病差点没犯了。他就说这右眼皮怎么总跳呢？原来搁这儿等着他呢。莫大王爷，你够意思呀！君妻都没有料到，这位养尊处优、冷心冷肺的大魔王居然会过来陪他坐牢。你这么讲义气，我决定从今以后咱们就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妹了。君妻说的豪气，玉墨之手上的动作一顿，眉头不悦的皱起，是他表达的不够清楚啊，还是这丫头天生就少一根筋呢？君妻，你没事？周清寒看到被布置成了豪华大客房的牢房，跟那个悠哉看书的俊逸身影，声音就卡在了嗓子眼里。得，看来他是白担心了。君妻，咋咋呼呼的声音又在踏进牢房的时候戛然而止。潘家也傻眼了，啥情况啊这是？君妻，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没什么了，无非就是栽赃嫁祸，逼我就范呗。你是说平凉王妃和曲阳侯合谋？其实我自己都没料到这2位这么迫不及待。他刚刚离开曲阳侯府，宋倩如就被杀了，显然他们是想要借机弄死自己。曲阳侯真够狠的呀，为了弄死自个儿，不惜杀害发妻。你打算怎么办？凉拌啊！我打算找机会悄悄出去，把曲阳侯那个老贼也宰了。反正宋倩如也没了，这下总没人告我弑父了吧？这个办法不错耶，这样原告也没了。反正曲阳侯那个老王八蛋也挺该死的。这丫头怎么还跟着添乱呢？你们怎么一起来了？我在外面碰到五皇子，五皇子说进来看看你。君妻目光古怪地看向了萧景明，他怀疑这家伙是过来看他的笑话。哼，叫你不做人，现在怎么样？吃亏了吧？萧景明嘴上不饶人，语气却透着些许的关心。其实他自己也不明白，这女的总欺负他，按说他倒霉了，自己应该兴高采烈放鞭炮庆祝一番才对啊。可他就是高兴不起来，甚至还隐约的有一些担心，他这是被这女的给打出毛病来了吧？君妻也没有想到萧景明会真心的过来看他，这小子不会是一个抖 M 吧？其实经过了这么多的事儿，萧景明突然发现身边的人呢，真的是一个比一个阴险。反倒是君妻，虽然说经常的欺负他吧，但却并不会在背地里面算计他，反而曾经提醒他，萧景业不是什么好人。若君妻真的对他有恶意，完全没有必要提醒他。所以萧景明现在反而觉得君妻比身边的那些说一套做一套的人真是可靠。你真是关心我？哎妈呀，五皇子你没被下药吧？以他们这关系，这位不是应该盼着他把牢底给做穿吗？谁关心你了？本皇子只是来欣赏你的落魄模样。那你现在看到了？哼，确实看到了，有吃有喝有人陪的，好得不得了。你不是去曲阳侯府给亲娘披麻戴孝去了吗？怎么到这儿来了？
难道被人赶出来了？何少康叨叨着，把被褥铺到了牢房里的空地上。你干什么？这傻四哥不会也想着过来陪他吧？当然是住在这里陪你啊。四哥怎么可能看着一个人在这里受罪啊？再说了，你跟莫王爷毕竟还没成亲呢，怎么能单独住在这里呢？多影响他妹妹的声誉啊！妹妹你放心，四哥白日去查真相，晚上就来陪你，四哥绝不会让你蒙受这不白之冤的。旁边的玉墨之看着他那副理直气壮的表情，给站在不远处听命令的冯文豪使了一个眼色。何四少，我跟你说个事儿，前天我看到咱们王府的刘厨子给连姑娘送了一盒铁心啊，真的？千真万确。你说那小子不会喜欢连姑娘吧？哼，我就知道他不是个好东西。何少康一边骂一边愤愤地往外走。不是，说好的兄妹情深的，看来这个四哥也是不能要了。怎么样，用不用本皇子帮忙？对，君妻，有什么我能做的你尽管说，放心，有需要不会跟你们客气的。话说回来啊，没这次的牢狱之灾，我都不知道自己这么受欢迎。患难见真情啊，你们真让我感动。若不是现在在大牢里，我都想跟你们拜个把子了。干脆等我出去，咱们来个义结金兰怎么样？到时候我当老大，莫大王爷当老二，有我们罩着你们，你们尽管在京城横着走。周清寒、潘家以及萧锦明都无语了，这怎么又开始胡言乱语了呀？抛开他们不说，你跟莫王那可是未婚夫妻呀，这拜把子算怎么个事儿呢？你居然还想当人家的老大，你咋就不上天呢？三个人的目光齐刷刷的就落在了玉墨之的身上，就见这位经验绝伦的大王爷坐在那儿是不动如山，仿佛周围的一切都跟他没关系一样。三人觉得玉墨之的定力是真的好，这糟心媳妇儿摊谁身上都得跳脚。莫大王爷，你怎么耷拉个脸啊？难道你是嫌弃他们太弱了，只想跟我结拜？周清寒、潘家、萧锦明他们此时的沉默震耳欲聋啊！他们就觉得吧，比起你来啊，莫王或许更加想跟他们结拜。不是我说你莫大王爷，你这样不合群可不太好。俗话说得好，多个朋友多条路。别看你现在人五人六的，天有不测风云啊，谁知道哪天你会不会被抄家罢官的？到时候你流落街头，大家一人接近你一点，你也不至于饿肚子，是不是？周清寒三个人都不知道该说他什么才好。玉墨之那是什么人呢？他就算是被杀了，那也不可能流落街头，好不好？外面的流言甚嚣尘上，御史朝臣不断的给渊正帝上折子施压，刑部住着这两尊大佛，刑部陈尚书那也是愁白了头发。这件事儿一直压而不审，那也不是这么回事儿啊。可是要审吧，对军妻还真是不利，主要是平凉王妃这个人证就比较的麻烦。他两颊红肿，被人扶着，带着一群的残兵败将出曲阳侯府，那可是被不少的人都给看见了。在他的说法里，他是阻止军妻对曲阳侯夫人的恶行，才会被军妻给打伤的。曲阳侯府的人跟他互相证明，军妻一个人就有一些势单力孤了。姑奶奶，您到底有没有主意？陈尚书每天能过来问上8遍，皇上让他一切听从军妻的安排。这件事一直悬而未决，军妻每天又跟个没事人似的，吃吃喝喝的，就是什么都不做，他压力真的是好大呀。陈尚书，你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了，怎能如此不淡定？您瞧我遭受这么大的不白之冤，每日在这暗无天日的大牢里吃苦受罪，却依然不慌不忙、不急不躁，这等泰山压于顶而面不改色的气度，陈尚书您可要好好学着点儿。陈尚书无语凝噎，这臭不要脸的劲儿，他以前怎么就没有发现呢？大人，平凉王府骆郡主要求见何大小姐。他来干什么？添乱呢？肯定是来威胁我的呀！你想想，平凉王妃这么卖力气的诬陷我，是为了什么？除了恨军妻之外，更重要的那是为了女儿的穆王妃之位。只要军妻从准穆王妃的位置上下来，他就能够使手段让女儿上位。不见，让他走。一个仇人，不是来嘲笑的，就是过来威胁的，有什么好见的呀？他对这给他添乱的母女俩根本就没什么好感。别介呀！既然他送上门来，不跟他玩玩多过意不去啊！既然他想玩，陈尚书也没有拦着，只希望这丫头玩够了，能给他拿出一个章程来。何大小姐可还好？好，都好。没想到骆郡主能来看我，我真是受宠若惊啊！来人，快给骆郡主上茶！娘的，你这是来坐牢的还是来享福的呀？骆郡主，快尝尝，这茶可是贡茶，皇上那老头怕我在这里吃苦，特意给我送来的。实际上是他在皇上那儿喝过一次，觉得好，给抢来的。不过这会心一击，倒是又让骆娇一阵的气闷。骆郡主怎么想起来看我了？是不是你娘那缺德事被你发现了？你良心难安，所以来看看我。哎呀，小事情，骆郡主不必放在心上。虽然有句话叫上梁不正下梁歪，但我相信骆郡主是个例外。话说平凉王妃不是骆郡主的生母吧？
正常亲娘哪有哭着喊着把女儿送去给别人做小妾的？陆郡主你也是可怜啊，在继母手底下讨生活一定很难吧？洛娇刚想辩驳几句，君妻立马就满脸同情。你别说，我都清楚，想当初我就是在那个养母身边差点被虐待死。没想到洛郡主跟我同病相怜，平凉王妃也是够狠的啊，非要逼着你为妻。如今京城谁人不知洛郡主你身为咱们大越的郡主，自甘下贱，抢夺别人夫婿不成，在宫宴上丢尽了颜面。你说说，平凉王妃是不是跟宋家曾经虐待我的那个小妾一样狠毒？君妻当着人家亲女儿的面，把这平凉王妃给骂了一个狗血淋头。够了，你咋了洛郡主？是不是你也觉得平凉王妃特别不是东西，所以很生气？洛娇狠狠闭了一下眼睛，忍下了拔刀的冲动。何大小姐，你可想出去？不想。为何？洛娇不太相信，哪有人愿意坐牢的呀？因为莫大王爷呀。洛郡主，你可知另一张床是谁的？是莫大王爷的。他怕我一个人在这里没人陪，在我进来第一天就搬了进来。君妻扔下的炸弹把洛娇炸的是晕头转向。我们每日朝夕相处，晚上一起入睡，这种神仙日子在外面可没有啊！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洛郡主，你可千万不能把我放出去，不然到了外面晚上又是我一个人了。有了莫大王爷陪伴的这几个夜晚，再让我一个人睡，我都不知道还能不能睡得着。何大小姐，你怎能如此无耻？洛郡主，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你说说，我怎么无耻了？又不是我要他来陪我的，是莫大王爷自己不放心我死活要住进来陪我。我本来是不愿意的，毕竟我可是个黄花大闺女，他一个大男人在这里，我还担心他会趁我睡着了对我图谋不轨呢。可他非要来，骂都骂不走，我有什么办法？洛娇又被插了一刀，他觉得再待下去可能有着吐血身亡的危险，于是他也不再兜圈子了。何大小姐，想必你也知道你目前的处境，咱们明人不说暗话，只要你主动放弃莫王正妃的位置，本郡主保你无恙，我母妃也会还你清白。可是我不想放弃怎么办啊？你也知道，这年头找个像莫大王爷这样位高权重、一表人才，又知冷知热，还能随便霍霍的人有多难？我不抓住，万一以后嫁不出去了怎么办？还有啊，要论无耻，谁能赶得上你们母女啊？一个栽赃嫁祸，一个卑鄙无耻。像我这样心地善良的小仙女，可不能放任你们去祸害莫大王爷啊！何小姐就不怕没命出去？洛娇再次威胁，她来的时候一直是信心满满，多日过去，君妻还在大牢里面待着，她就以为玉墨之对君妻并不看重，不然以玉墨之的权势，把她给弄出去轻而易举，这也就给了她前来谈判的底气。可进来才发现，事情好像跟她想象的有一些出入。不会的啦，莫大王爷可是说了，我生他生，我死他死，我在牢里住多久，他就陪我住多久。不然洛郡主以为为什么处置我的声音这么高，刑部尚书连提审我都不敢。何大小姐就不怕牵连莫王爷？有什么好怕的？他哪有我重要啊？只要我把莫大王爷捏在手里，谁都不能拿我怎么样。洛娇终于知道自己的母妃为什么3天都吃不下饭了，这绝对是被气的呀！这死丫头吵不赢打不过，她还油盐不进，专挑你的痛处下手。洛娇觉得她回去之后可能也会跟她的母妃一样。莫王爷可想救何大小姐？洛娇脱口而出的话让玉墨之顿住了脚步，洛娇的眼里划过了一丝得意和恨意。既然玉墨之这么的在乎君妻，那威胁不了君妻，他可以直接威胁玉墨之。娇儿跟王爷做个交易如何？娇儿现在的处境，莫王爷想必也知道。本来娇儿只是心悦王爷，没想到事情会演变成今日无法收拾的地步。可娇儿如今除了跟了王爷别无他法，只求王爷给个容身之地。王爷放心，经过这么多事，娇儿已经明白了您跟何大小姐之间的情谊，并不是娇儿能插足的，所以娇儿并不会跟何大小姐争什么。可娇儿毕竟是郡主之尊，一个侧妃的位置，还是希望莫王能应允，不然就是母妃那边娇儿也无法交代啊。跟平凉王妃交代不了，那就意味着君妻摆脱不了罪名。洛娇的这招以退为进，不可谓不高明，哥哥心软一点的男人也就顺势应允。可玉墨之不仅心硬的跟块石头一样，他还特别的没有感情。洛郡主，你可知本王为何留你们母女到现在？那是因为丫头想跟你们玩。玉墨之说完了这句话，转身进了牢房。留在原地的洛娇只觉得就好像腊月天进到了冰水里一样，浑身冰凉。
他好似是招惹了不该招惹的人。今儿个真高兴啊，今儿个真高兴。玉墨这进来就看到小丫头正在自娱自乐的在墙上乱涂乱画。说起来，这丫头跟她简直是两个极端，她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不由自主的喜欢她。你回来了，刚洛郡主来了，你没碰到可惜了。我跟你说，那个洛郡主跟他娘简直不要太像。莫大王爷，你说平凉王知不知道他老婆闺女的真面目啊？即便他知道，也只会站在平凉王妃那边。也对，还是有个位高权重的男人撑腰好啊。你瞧人家平凉王妃，在地方上那就是个土皇后，到京城搅风搅雨的，也没人能拿她怎么样。哥哥平民百姓坟头都堆起来了，哪还能蹦跶的这么欢呢？你再瞧瞧我，什么都得自己上，可怜我一个娇滴滴的弱女子，愣是被逼成了个糙汉子。你说说，这还有没有天理了？你要是待够了，本王可以去把平凉王妃解决了。别啊，我还指着这件事让曲阳侯那老东西身败名裂呢，你可不能坏我好事。曲阳侯不是想要弄死他吗？那就看看他们到底是谁先弄死了谁。玉墨之沉默，他又知道这丫头这么老实，那指定是憋着什么大招呢。不过莫大王爷，我在你心里这么重要吗？重要到他亲自过来陪他坐牢。君妻总觉得玉墨之对他好的有一些过分了，关键是他还接受的理所当然，这情况怎么想都有一些不妙啊。看着他略带困惑又有一些防备的小脸，玉墨之缓缓地扯出了一抹魅惑人心的笑容。靠，你干嘛笑得这么骚啊？害得他都晃了一下神。君妻啊君妻，你可是千年老妖，什么男人没见过，不要这么没出息。听到他的话，玉墨之反而是加深了笑容。有病！哎呀妈，这家伙不会真喜欢我吧？要不然试探试探。莫大王爷呀，你说你对我这么好，还有求必应的，万一我要是舍不得你赖上你怎么办？你是想试探本王是不是心悦于你吧？我靠，这是本姑娘肚子里的蛔虫啊！你想的没错，本王是喜欢你。啪的一下，君妻手里的笔都掉地上了，他张大了嘴巴，愣愣地看着眼前这个风华无双的男人。这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啊？现在该怎么办啊？玉墨之站起了身，慢慢地走到君妻的面前，低头，目光落在他有一些无措的小脸上。君妻此时啊，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只能被动地等着玉墨之接下来的动作，一手揽过了君妻的腰，一手扣住了君妻的头，让他的脸贴上了他的胸膛。讨厌吗？玉墨之的声音都带着不易察觉的紧绷。不讨厌。别人若如我这般抱着，你会如何？踹飞了。现在心里有答案了吗？君妻明白了，他对玉墨之啊，确实是有着跟别人不一样的感情。他对他不设防，也允许他靠近，他也信任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玉墨之成为了他心里面最特别的人。可他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喜欢。不急。玉墨之似乎是能够感受到他的迷茫，用下巴抵着他的头顶，安抚道：慢慢来，我会等你的。晚上熄了灯，君妻辗转反侧。莫大王爷，你睡了吗？想问什么？莫大王爷，你到底喜欢我哪里啊？君妻不是觉得自个儿不好，而是这年头的男人吧，很少会喜欢他这么一款。不知道。你是不是受我内在魅力的吸引？你有那东西？哎呀，不要想的太多了，他的内在魅力就是坏水一堆儿。玉墨之觉得吧，自己应该没有那么变态。你到底是不是真心的呀？居然这么对他。喜欢不一定要花言巧语的欺骗。他是喜欢他，但是也做不到睁着眼睛说瞎话呀。我觉得你还是打光棍比较好。哼！君妻哼了一声，不再搭理他，跟玉墨之搭了两句话，君妻的心里面反倒是自在了一些。不一会儿，他就沉沉的睡了过去。看着那个止于呼吸声的轮廓，玉墨之的眼底染上了柔意。闹了小半个月的曲阳侯状告妻女杀母案，终于是迎来了问审的时刻。君妻，曲阳侯状告你殴打平凉王妃，杀害亲母，你可认罪？我认罪。那你说说，你为何要杀害亲母，还殴打平凉王妃？大人，我这可都是为了整个曲阳侯府着想啊！当日我回府就听说平凉王妃来了，我以为她是为女儿入莫王府做侧妃的事找我，谁知道什么？陈尚书很是配合，君妻难为情地看了一眼平凉王妃。谁知道我寻过去的时候，看到平凉王妃跟
侯夫人赤条条躺在床上做那等羞耻之事。静，死一般的寂静。紧接着，那就是如同波涛一般汹涌的议论声，就连陈尚书都脸皮子抖了抖。君妻只说让他配合，可也没有告诉他还有这出啊，这让他怎么问呢？肃静！外面的动静是小了，可堂上的平凉王妃却差点没冲上来跟君妻打起来。平凉王也气得不轻。何君妻，当着本王的面儿，你居然敢如此污蔑本王的王妃！若你不能拿出证据，本王必要把你碎尸万段！哟呵，口气不小啊！阎王老头都不能把他给碎尸万段，这平凉王倒挺豪横啊！那什么，平凉王，我知道你难以接受。其实当时见到那一幕，我也是震惊他妈给震惊开门，震惊到家了，我的脑瓜子也嗡嗡的响。众人一噎，确实啊，谁看到这种事儿都得脑袋大呀！不是，他们好像被何大小姐给带偏了。平凉王妃在曲阳侯府做出这等伤风败俗的事儿，本姑娘作为曲阳侯府大小姐，当然是不能轻饶了她。当时本姑娘怒气上涌，冲动之下就动了手。我本来打的是平凉王妃这个败话伤风的玩意儿，可是平凉王妃拿侯夫人挡刀，我一个不察就误伤了侯夫人。大人您不知道，为了这事儿，我可是夜不能寐，连饭都吃不下了。您瞅瞅，这才几天呀，我都瘦成什么样了？说着，君妻还做出了一副渲然欲泣的样子，只是他这连眼睛都没有红的做作德行，实在是拉眼，别人都有一些看不下去了。想到昨天晚上这丫头把一桌子珍馐佳肴吃了大半，陈尚书就不自然地撇开了脑袋。这丫头昨晚大吃二喝的，指定是为了今日的对敌养精蓄锐，也不知道莫王有没有吃饱。何君妻，你可有证据证明你说的话？你当知没有证据就是诬告，污蔑一品王妃可是重罪。谁说我没证据？平凉王妃自己就是证据。平凉王妃激动的情绪突然一顿，望着君妻，她心里闪过了片刻的惊慌。大人您可能不知道，本姑娘的眼神特别好。平凉王妃跟侯夫人那什么的时候，我突然闯入，他们没来得及遮掩，因此本姑娘正好瞧见了平凉王妃胸前有一块特别大的胎记，那胎记就跟黑耗子似的，上面还长了毛呢。众人哗然，看向平凉王妃的视线耐人寻味。那不是重点，重点的是，你说你那么隐秘的部位，如果不是亲眼瞧见，君妻不可能知道啊。平凉王妃脸色惨白，平凉王也是不遑多让。大人，只要验过平凉王妃，就能证明我所言不假。大胆何君妻，你不仅污蔑本王的王妃，还敢羞辱于她。今日本王就好好教训教训你，以儆效尤。平凉王，你这是想杀人灭口吗？你媳妇身上有什么，你比谁都清楚。就算你想掩盖真相，也改变不了你是个乌龟老王八的事实。平凉王凶狠的表情落在众人的眼中，就变成了恼羞成怒。只有君妻知道他到底是在怕什么。平凉王，公堂之上，还望你自重，不然本官只能把你请出公堂了。来人，给平凉王妃验身，本王看谁敢动本王的王妃。平凉王，你是想妨碍本官断案吗？陈尚书如果还看不出来平凉王妃的身上有秘密，那他就不配做这个刑部的一把手。陈大人，且不说验身对本王的王妃是何等的羞辱，就算本王王妃身上有胎记，谁也说不准是不是何君妻为了脱罪收买了王妃身边的人得到的消息，所以这并不能作为证据。能不能作为证据，还是要验过才知道。陈尚书是半点不退，他可是得了万岁爷的命令的，他怕个球啊！陈尚书只是要跟本王过不去，平凉王慎言，本官只是秉公办案。平凉王越急，就说明这问题越大。本王的王妃可以验身，但为了本王王妃的声誉，验身的人只能说何君妻说的是否正确，其余不可透露一个字。他企图用这样的办法来隐藏平凉王妃身上的秘密。哎呀，瞧我这记性，平凉王妃前胸的胎记好像不是黑色的，我想想是什么颜色的呢？蓝色的、绿色的、黄色的，还是血红色呢？平凉王妃跟平凉王顿时是脸色突变，他们看着君妻的目光带上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对了，那胎记好像也不是个耗子，而是一朵花。是什么花呢？平凉王妃，那花你应该最清楚吧？用不用本姑娘跟大伙儿形容它的形状呢？平凉王妃这下子是彻底的没了侥幸的心理。
你待如何？显然这丫头知道她夫人身上的胎记是代表了什么，说这么多只是在戏弄他们。平凉王这话问的好像我是找茬的那个一样，难道这些事儿不是你们整出来的？为了莫王妃之位用身份压我，用栽赃陷害逼我妥协，这种种若没有平凉王您在背后撑腰，平凉王妃和洛郡主恐怕也不敢这么欺软怕硬肆意妄为吧？怎么现在知道事情脱离掌控了，就埋怨本姑娘没按你们的想法走？我说平凉王，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是你一开始是没参与，但是你敢说你没有私心吗？这个平凉王如果不赞同老婆孩子的做法，又怎么可能会一点的动作都没有呢？说白了，他其实也是想要逼着君妻让位，只不过他自认位高权重，又是一个男人，所以不好直接出手，遭人诟病。平凉王不说话了，因为君妻的话他无法反驳，比起君妻，他自然是更加向着自己的女儿，这一点他并不认为自己有错。若是没有他的默许，平凉王妃确实是闹不出这么大的动静了。平凉王啊，今日若本姑娘被定下罪责，下场什么样你比谁都清楚。你们也别跟本姑娘扯什么只要本姑娘让出莫王妃之位，你们就放过我的鬼话。若我被认定为无罪，就说明平凉王妃做了假证，你们为了莫王妃之位伙同曲阳侯陷害我的事就会被传扬出去。本姑娘就算再蠢，也不会以为你们会为了我而置你们自己的名声于不顾。而且大局已定，我这个膈应你们的仇敌只能成为你们的眼中钉，你们又怎么可能还会管我的死活？其实你们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放过我，你们只不过是想哄骗我主动放弃莫王妃之位，给皇上一个交代，然后再置我于死地而已。毕竟本姑娘是亲赐的莫王妃，若直接被你们迫害了，皇上那里你们也交代不过去。若本姑娘自己退婚，皇上就会觉得本姑娘藐视圣恩，不识抬举，惹怒皇上的责任就转移到了本姑娘头上，你们可不就坐收渔翁之利了吗？平凉王的那点心思被君妻赤裸裸的摊开放到了阳光底下晾晒，可想而知他内心有多么的羞愤，但是更多的还是心惊。不仅仅是心惊于他敏锐的心思，还有他能够发现自己的秘密并且加以利用，神不知鬼不觉，不声不响的直接就捏住了他们的死穴，让他们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平凉王啊，你或许也想过，本姑娘能被皇上钦点成为莫王妃，或许会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甚至你可能还找人调查过我，可你最终还是轻敌了呀。你以为就算最后谋算不成，本姑娘一个小丫头也不会拿你这个位高权重的王爷怎么样，对不对？哎呀，都是本姑娘这可爱的外表给了你错觉呀。虽然你跟可爱不沾边，但外表确实是有欺骗性。他们就曾经因为这个被打过脸。想当初他们可是一致认为，你这么一个无才无德无品无貌的玩意儿，很快就会泯然于众人，甚至还有人瞧不起你，凑上去找事儿的。谁知道你是来一个虐一个，那些个网上扑的不仅是没有讨到一点的便宜，还被你给反杀，被虐的那叫一个惨呢。最后你居然还混到了准莫王妃的位置，成为了京城一霸，那真的是惊掉了大家伙的下巴。本王可以给何大小姐做个补偿，希望何大小姐高抬贵手。此话一出，外面又是一阵的喧哗。好家伙，连平凉王都不是对手了，这何大小姐究竟是哪来的妖怪啊？平凉王，你是不是没打听过本姑娘的行事作风啊？但凡你多了解我一点，也问不出这种话来。他是这么好说话的人吗？敢跟他作对的，就没有一个可以全身而退的。平凉王，何大小姐的作风就是冲上来往死里摁，你还是想想后事吧。众人一阵的喷笑，这位总结的还真是到位。君妻直接无语，哎我去，他什么时候都已经凶残到人尽皆知的地步了。何大小姐若是一定要这么咄咄逼人，那我平凉王府也不是吃素的，大不了咱们同归于尽。咋的？想吓唬本姑娘啊？陈大人，我想起来了，平凉王妃胸前那花我曾经见过，那花叫……我承认是我冤枉了何大小姐，还希望何大小姐大人有大量，原谅我的鲁莽之举。本妃也会带小女回封地，不会再让她影响到何大小姐的地位的。平凉王妃，你不会天真的以为招惹了我，不痛不痒的道个歉就能全身而退吧？想什么没事呢？你还想怎么样？平凉王妃，你可别一副被我欺负的模样哈，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受害者呢。平凉王妃啊，事儿是你先挑起来的，你也不能让我背一个撒谎弑母的污名不是？陈大人，本妃承认何大小姐并没有弑母，她说的那些关于本妃跟曲阳侯夫人的事情也都是真的。众人这一下子老激动了，哎呀妈呀，君妻说的是真的，那不就是说她真的跟曲阳侯夫人有那什么啦？
至于真的有没有，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平凉王妃她自己亲口承认了，这也就意味着她往后的声誉荡然无存。不仅如此，她还要面临着诬陷的罪名。到底是什么样的把柄能够让她这般的豁得出去呢？众人心里面猫抓一样的痒痒，他们也想知道平凉王妃胸前的那个胎记到底有什么秘密。是本妃与曲阳侯夫人的事情被何大小姐给发现，这才伙同了曲阳侯诬陷了何大小姐，所以曲阳侯夫人是你们所杀的。陈尚书都没有想到居然会发展到这种局面，这位何大小姐这也太能了。不，侯夫人是曲阳侯所杀。平凉王妃，你这是诬陷小女不成，反过来又要诬陷本侯吗？大人，当日曲阳侯杀害侯夫人的凶器，本妃知道在何处。凶器被找到，又有平凉王妃的人作证，这下子进了大牢的就变成了曲阳侯了。平凉王妃做伪证，意图构陷君妻，自然少不了要收监。君妻不仅是摆脱了罪名，反而把曲阳侯跟平凉王妃都给送了进去。这平凉王妃到底有什么把柄在你手上？渊正帝那个好奇呀，能够把平凉王妃逼到这个份上，这丫头果然不是一般的厉害。也没什么了，就是我发现了一个能让他跟平凉王一无所有，甚至可能丢掉性命的秘密。什么秘密？告诉你也可以了，反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皇上，您可还记得宫宴那日平凉王妃的表现？其实那日宫宴我就看出来了，平凉王妃是个高手，跟柔弱完全不沾边，可是她却故意装柔弱隐瞒功夫，这就不得不让我警惕了。你怎么不早说？当时他又没对我做什么，我干嘛要扒人家的隐私？还有啊，要是当时我说了，你一查他有了防备，这次还怎么一击即中啊？得，你深谋远虑成了吧？咱们言归正传，皇上你想想啊，会武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平凉王妃这么藏着掖着是为何呢？后来我与平凉王妃交手，我发现她的功夫不止不一般，还透着股子阴邪之气，这说明她的功夫来路不正。于是我就试探了她一下，虽然她极力压制，但人在最难堪无助的时候，往往最难控制自己的情绪。我狠狠扇了他几巴掌，结果你猜怎么着？怎么着？渊正帝还真是被他吊起了胃口，追问起来。他体内的阴气几乎要冲破身体，化为实质。我这才知道，原来他修的是阴虚功。何为阴虚功？我给您科普科普哈。所谓阴虚，就是通过采集人身上的阴气，然后化为能伤人于无形的邪功。朕记得平凉王妃是南方一个小官员家里的女儿，她怎么会这种功夫？这也是本姑娘奇怪的地方，所以我就查了查平凉王妃与平凉王的过往，没想到这一查还查出来个惊天大秘密。皇上您可曾记得当年平凉王是如何被封为世子，然后继承王位的？好像是因为他剿灭了一个邪教，立了大功。难道这里面有什么隐情？碰巧在刑部闲来无事，我查阅了当年的卷宗，发现被那邪教里的人所杀的人几乎都出现死后干枯的情况，这种情况跟阴虚宫所伤的人基本一致。所以你的意思是平凉王妃是当年那个邪教的余孽？恐怕不是余孽那么简单，能隐藏身份，跟端了他们老巢的罪魁祸首在一起，还生儿育女成为大越尊贵的王妃，这女人好大的本事。可平凉王妃身上到底有什么能暴露她身份的特征，让她这么投鼠忌器？渊正帝发现面对君妻，他真的就跟个白痴似的，这感觉就挺糟心的。他身上有一个曼陀罗花的印记，当年的暗宗记录的不仅是死者的情况，他还记录了那些邪教徒身上的特有标记，他们胸前的位置都有一朵红色曼陀罗，无一例外。可你怎么知道平凉王妃身上有这么个什么曼陀罗的标记？难道你还真在她身上看到过？没有啊，我猜的。你猜的就敢跑大堂上去跟她谈条件？你也不怕翻车呀？兵不厌诈嘛，这年头都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只要我不心虚，心虚的就是别人。事实证明，我的所有猜测都是对的，不是吗？渊正帝一噎，突然就无话可说了。你就不怕平凉王妃早就把那个印记除了？应该不会，
据案宗记载，当年那个邪教的教徒并没有全部抓获，可他们这么多年杳无音信的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可见身后有人替他们做了遮掩，而且这个人权力不小，不然也做不到一点痕迹都不留。平凉王妃既然是逃脱的其中一人，他很大可能跟那些人有联系，甚至那些人可能已经为他所用。他身上的标记可是他教徒的证明，他若是去除了，一旦被那些人知道，他这就是背叛，可不好跟那些人交代。你在大堂上没有揭穿他，他回去还不把印记除了，到时候他不承认又反口，岂不是麻烦？我若揭穿了他，还怎么让他把屈阳侯送进大牢里啊？到底知不知道哪个更重要？邪教余孽还关系着平凉王，岂是一个曲阳侯能比的？皇上您别发愁了，大堂上那一幕可是被很多人瞧见了的。平凉王那两口子只要不傻，就做不出掩耳盗铃的举动。以本姑娘猜测，他们最有可能来向您投诚。只要摆平了这位最大的 BOSS， 他们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启禀皇上，平凉王在殿外求见。小太监的声音真的是特别的寸，正好就赶在君妻的神预言出口之后。渊正帝看了一眼一脸嘚瑟的君妻，这他娘的叫不叫做算无一策呀！皇上，臣有罪。渊正帝的嘴角抽了抽，他想起那丫头走的时候，顺便恶搞的对着他阴阳怪气的来的那一句：皇上，臣有罪。哎，我去，要不要这么准呢？平凉王何罪之有？回皇上，臣犯了欺君之罪，请皇上责罚。你欺骗了朕什么？说来听听。回皇上，其实内子是当年臣剿灭的那个邪教之人，当年能顺利剿灭那个邪教，是臣与内子里应外合所致。当年臣愤恨那些人所为，只是苦于没有办法对付他们，是内子潜入邪教内部，给臣提供他们的消息，臣才能顺利打掉他们的老巢。既如此，平凉王妃可是立了大功的，为何你当时不报？邪教手段残忍，武艺高强，当年内子冒了生命危险，却没有一网打尽，而是跑了几个漏网之鱼。臣害怕他们报复内子，因此隐瞒了此事。臣本是出于爱护内子的目的，却没想到被何大小姐发现了内子身上那个因潜入邪教而被烙下的印记。臣出于私心隐瞒不报，是臣的第一错。臣的内子受曲阳侯蛊惑，明知真相却诬陷何大小姐，是臣失察，是臣的第二错。明知皇上已经立了何大小姐为末王妃，却还妄图抢夺，是为第三错。臣有罪，请皇上重罚。平凉王只字不提君妻威胁他的事情，因为他明白提与不提的渊正帝都知道，他现下要做的就是拿出认错的诚意来，让渊正帝抓不住把柄的同时降低对他的猜忌。平凉王妃虽然是被保了出来，但是渊正帝以事情还未结束为由，把平凉王府的人都给扣在了京城。平凉王似乎是感受到了危险的气息，他踌躇几日，最终是修书一封，让人秘密的出京，送往了封地。何君妻，你给我站住！哟呵，洛三公子啊，你出门都不戴个帽子遮一遮的吗？说吧，洛三公子叫本姑娘什么事儿？若是想感谢本姑娘让你们平凉王府扬名立万，你就甭说了哈。本姑娘这个人向来做好事不留名，你们只要在心里记我个好就行。屁的好！你说你为什么害我母妃？那啥，洛三公子，你要不要去找个大夫看看脑袋呀？这话一般有脑子的都问不出来吧？洛三公子啊，你这都到了能成亲的年龄了，咋跟个没断奶的孩子似的呢？废话少说，你今日要不给我个交代，我饶不了你。小子，你敬酒不吃吃罚酒是不是？既然你想要交代，那本姑娘就好好跟你掰扯掰扯。他不想要脸，那他就成全他。本姑娘为什么跟你母妃对簿公堂，你应该清楚吧？说穿了，就是你母妃和你妹妹觊觎末王妃之位，想置我于死地，这你有什么可辩驳的？我妹妹是天之娇女，她与莫王爷是天生一对，你若早点退出，也不会有后面这诸多事端。君妻满脸震惊啊，这什么品种的舔狗啊！快来个人把他给牵回去吧！这言论简直震碎人的三观呢。照你这意思，你妹妹陪莫王太委屈她了，我觉得她应该上天去陪玉皇大帝。哎，你这么疼你妹妹，那干脆你送她一程，省得她留在这里跟我这个俗人抢男人了。到时候你妹妹做了王母娘娘，不仅有了归宿，说不定还能照应你们点儿。你们平凉王府鸡犬升天呀，有没有？你何君妻，你强害我母妃，现在又辱我妹妹，你现在必须跟我回去，跟母妃和妹妹道歉。有病就去治，少出来发疯！你不许走！落叶南上前，手即将要搭上君妻肩膀的那一刻，君妻反手就把他给撂到地上。王八蛋，
敢对姑奶奶动手，我看你时间命长了，敢跑姑奶奶面前作妖，你娘和你妹的下场看来是没让你清醒啊！众人看着单方面被虐的落雁南，不自觉的就撇头闭眼。哎呀，这就是不知道何大小姐险恶的下场。小伙子，你可得挺住了，不是他们不想帮忙，实在是他们没有对抗恶势力的勇气。何大小姐手下留情。怎么，你们兄弟俩想一起上啊？行吧，快点，咱们速战速决。何大小姐家地鲁莽，还请何大小姐不要与她一般计较。得了，一个弱鸡，我也懒得跟他浪费时间，你把他带回去吧。以往种种是我们平凉王府咎由自取，在此我代表平凉王府跟何大小姐致歉，若是可以，还希望何大小姐高抬贵手，我平凉王府必不忘大恩。何大小姐有什么要求也尽可以说。洛二公子，其实你一开始也是抱着侥幸的心理，想着在这场争斗中我能落败的吧？君妻不欲与他们兄弟俩多做纠缠，他转身离去。洛雁北看着他的背影，突然就想到明悟大师给他批的那个真言：迷途知返，方能度过劫难。他心中一凛，或许补偏救弊才是他目前应该做的。转天，平凉王府一家人无故消失的事情在朝堂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渊正帝下令搜捕平凉王及其家眷，皇上用了搜捕而不是寻找，这也就说明了他的意思。藏头露尾的还跟踪我，洛二公子，你这是想打击报复？何大小姐好眼力，说吧，找我干什么？在下想求何大小姐带我进宫灭圣。你这是要弑君呢，还是要大义灭亲呢？在下只是不想父母一错再错。你怎么会找到我这个仇人帮忙？在下只能一搏。洛雁北从怀中掏出了一叠银票，这是他所能够拿出来的所有的钱财了。君妻接过去看了看，哟，还挺厚呢，知道不白找人帮忙，这小子挺有前途。哎呀，别愣着了，不快点，万一那些人察觉这小子来通风报信跑了，再找岂不是麻烦啊？你快带人去抓，别烦朕。为什么我去啊？跟我有啥关系？给你在朕的私库里拿件宝贝总成了吧？跟君妻相处久了，渊正帝真的是特别的了解他。听到宝贝，君妻乐颠颠的就带人抓人去了。洛雁北，你可知若是你不出现，朕会如何处置你父母吗？还请皇上解惑。渊正帝示意长安给洛雁北解释，长安一五一十的把事情的经过跟洛雁北说了一遍。自从知道了平凉王妃跟邪教余孽有所牵连的那一日，渊正帝就开始布局了。他把平凉王扣在了京城，然后命人快马加鞭的去平凉王的封地传旨，旨意的内容无非就是召见平凉王世子进京，说是宣召，但传旨的却是携带了大量的兵马。平凉王在京被扣押，现在又召平凉王世子进京，他一副来势汹汹的样子，任谁都感觉到了不同寻常的危险气息。平凉王世子以打点为由，过了几日，然后他就收到了平凉王让他制造事端、扰乱封地的信件。信中提到，渊正帝把他们给扣押在了京城，事情颇为棘手，若封地出事，他这个封地的主人不可以此为由脱身回到封地。里面还说了，若是出事，让他到一个茶馆去找一个姓杨的管事，制造事端是不行了。平凉王世子就找到了那个管事，跟着那个管事来到了一处秘密的山峰，见到那几百个功夫诡异的人，平凉王世子才知道，原来自家父王还有着这么一张底牌呢。平凉王世子跟那些人制定好了计划，有了底气，跟着传旨的人开始往京城走。他不知道，他的一切动作都在渊正帝派去监督他的人的监视之下。待他一走，这个山峰的秘密地点立刻就被朝廷的人给打了一个措手不及，里面的人被瓮中捉鳖。不过有一部分人秘密的跟着平凉王世子走了。临近京城，突然窜出了一伙匪徒，把平凉王世子给劫持了。传旨的人并没有追，而是进京复命。接下来呢，便是平凉王一家消失在了驿站。洛雁北，朕可以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只希望你不会令朕失望。请皇上吩咐，东南封地自你祖父起就一直在你们洛家的掌控中，在那里你们洛家根基深厚，朕要你协助朝廷收回封地。罪臣领命，定不负圣上恩典。洛雁北知道这是挽救自己一家唯一的机会了。你怎么还没走？去晚了，那些人跑了怎么办呢？谁说我没走？我都回来了，好不好？这么快？你到底带了多少人？他不会把禁军都给带走了吧？大概20-30个人吧，反正遇到谁就拉谁走了，我也没数。
对方人不多，还行吧，大概有个几十人。几十个武功高强的人，他们怎么回来的？回禀皇上，其实我们并未动手，是何大小姐用药放倒了他们。鲁坤说这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都是麻木的。谁能想到他们去就是为了打扫战场的？元正帝，行吧啊，不费一兵一卒，他本来是该高兴的，但是就是看着这丫头就觉得浑身难受。这丫头太强又太损，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皇上，你这什么表情啊？我这辛辛苦苦的到底是为了谁？难道非要见点血你才高兴？到底要不要这么变态？元正帝被他吵吵的头疼，他给旁边的长安使了一个眼色。哎呀，何大小姐，您要不要去皇上的私库把宝贝带上再走？一听宝贝，军旗也不吵吵了，他笑嘻嘻的跟着长安就出了门。元正帝悄悄的松了一口气，他岁数大了，实在是受不了那丫头的闹腾劲儿。父王母妃多保重，儿子此去一定戴罪立功，到时相信皇上会对我们宽大处理。燕北，你一定要多加小心，父王母妃等你回来。平凉王转身用衣袖擦了擦眼泪，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无论平凉王如何的悔恨，也改变不了如今的局面。他现在只希望二儿子可以戴罪立功，让他们一家人能够活着走出这个牢狱。某日，军妻突然收到一盒子的银票和一封信，军妻还纳闷呢，这是哪个人傻钱多的傻缺给他这么大的一笔钱呢？展开信他才知道，原来是骆彦北。他在信中主要是拜托军妻照拂一下牢中的父母兄弟，尤其是他的妹妹，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嘛。军妻收好了钱，立马就晃荡到刑部去了。正巧今天陈尚书在刑部坐镇，得知军妻的来意，陈尚书有一些惊诧。要知道你们可是仇人呐，没有你，这平凉王府或许还落不到如今这个地步呢。就你那不是人的脾气，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心软了？你确定不是来落井下石的？哎呀，骆二公子给本姑娘寄了一大笔钱，本姑娘也很为难的说。陈尚书无语，这就说得过去了。你先去吧，本姑娘一个人进去就成。三个狱卒把落娇按在了一张桌子上。我去，要不要这么丧尽天良啊？话说骆彦北是能掐会算吧？他要在晚上一点把银票给送来，估计他妹妹就清白不保。军妻冲上去一脚踢飞了一个狱卒，他也没收力气，那狱卒撞到墙上当场毙命。你是什么人？胆敢杀害官差，你就等死！那八字还没有落呢，军妻上去一人就给了他们一巴掌。军妻抽出被他们放到一旁的一把佩刀，脸上挂着邪笑。火气挺旺啊你们，今儿姑奶奶就给你们泄泄火。说着他的刀尖就落到了那个人的裆部，惨叫声响彻了整个牢房。何大小姐这是何意？陈尚书有一些恼怒，这是来他的地盘上砸场子的吧？我才要问问陈尚书是何意。我们平凉王府落了难，陈尚书想杀就杀，何必如此折辱于我们？骆娇听到父亲的话，缓过神来，放声大哭。陈尚书看到他破烂的衣衫，立刻就明白了事情的始末。牢房这种事情时有发生，他也不是不知道，但平凉王的罪名还没有定下来，他也曾经发下命令，不得动他们。可是这些人还是阳奉阴违，简直是死有余辜嘛！娘的，他们死了倒好，自己治下不严，被军旗打了一个正着，他会不会到皇上的面前给自个儿上眼药啊？陈尚书又是道歉又是保证，然后招呼人收拾牢房，把底下的人给带走教育去了。不知何大小姐来此有何指教？总不可能是专程过来帮他们的吧？你是不是来看我们笑话的？不得无礼！拜托，就你这种人，头脑简单，四肢也就健全而已，还自以为是，值得本姑娘浪费时间专程跑大牢来一趟啊！自我感觉不要太良好啊！是骆彦北给本姑娘寄了钱，托本姑娘照应照应你们，他一片孝心，本姑娘于心不忍，这不就过来看看你们了？谁知道会遇到这种事儿？众人一噎，怎么感觉重点是那些钱呢？话说你们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的？就是有一些不可思议。自此，军妻时不时的就来牢房逛两圈，那些个狱卒见到他，那就跟见到鬼似的，反正就是再也没有人敢动骆家人一根汗毛。这中间，他还跟平凉王等人混熟了几分。就按这种发展，那谁能料到啊？姨姨叫姐姐，好的，姨姨。你妈，要不是看你们俩小豆丁可怜，本姑娘才不会搭理你们这俩不会看人眼色的熊孩子。拿了姨姨的东西，你们要说什么？谢谢姨姨。要真感谢就叫声姐姐来听听。好的，姨姨。给你一巴掌会不会把你拍散架？打也打不动，又不能讲理。果然啊，小孩子是妈的最讨厌了。看那一副便秘的样子，温婉女子，也就是平凉王世子夫人钟含玉，掩嘴轻笑，甭管别人怎么想，反正啊，她是挺感激军妻的。何大小姐，可否借一步说话？军妻回头看着他挑了挑眉，
东南平凉王封地平稳下，洛彦北利用平凉王府公子的身份平息纷争，安抚民心，着实立了不小的功。也因此，他再次进京之后，以功劳抵孤，求得圣恩。他的父母手足都被释放，只不过平凉王被贬为了庶民，一家子再也没有了高贵的身份和优渥的生活。一家子商量过后，决定离开京城，找一个地方重新开始。不过在离开之前，他们找到了君妻，郑重地表示了感谢。他们是仇人，君妻能够不计前嫌地带着洛彦北进宫求得机会，并且照拂他们数月，让他们一家在牢狱之中安然无恙。这恩情他们得记。翠翠，你可还有要买的东西？刘叔，您这是……我靠，刘叔，你到底清不清楚你自己啥情况啊？君妻那惊悚的表情把刘忠都给弄懵了。难道是他发现我在外面撒谎的事了？想到这儿，刘叔顿时冷汗都下来了。你自己不能那啥就算了，居然还要祸害人家良家妇女！我以前怎么没看出来刘叔你这么缺德呀？大姐，我跟你说，你可不能被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给骗了。你别看他人模狗样，又是甜言蜜语，又是给你买东西的，实际上那都是糖衣炮弹，他肯定对你没安好心。大姐，你不知道，这个人可是个老奸巨猾的狐狸，骗你们这种涉世未深的最是拿手啊！大姐，你可要把眼睛擦亮了，别被这种人面兽心的玩意儿给骗了呀！君妻激动的口水都喷了老远，君妻咋呼的刘忠都头疼。他现在算是听明白了，不是君妻发现了他的谎言，而是君妻在怀疑他在骗色。刘忠大管家那心脏突突直跳，他一个阉人也不知道这丫头是怎么思想龌龊的这么离谱的。难道他在别人的眼里就是这么污秽的一个人吗？你这小姑娘说话怎的如此恶毒？你与我大哥到底有何仇怨，要这般编排于他？这是您妹妹？亲的，异母同胞的，一个娘生的，你有什么意见？他气得都顾不上君妻是他未来的主子了。误会，都是误会。您跟人家一个女子这么亲近，我这不是怕人家误入歧途吗？这么说老奴还得谢谢您了。刘忠气道，合着跟他在一块儿就是误入歧途呗，他还不如不解释呢。啊，糟糕了，这真生气了呀！那咋办呢？这事儿确实是他先入为主了。那谁叫刘忠在京城也没什么亲人，他又对这个女子好的不同寻常。大哥，这姑娘是谁呀？你怎么还自称老奴啊？你不是在高官府上做幕僚吗？即便他不懂，也知道老奴这个称呼那是奴才的自称。难道那什么幕僚也算是奴才？刘叔，您生气归生气，能不能别老是假装下人埋汰我呀？我知道您有学问有能力，特别受主子器重，但你也得给我点面子不是？刘大姐，您不知道，往日只要我得罪了刘叔，他就阴阳怪气的损我，这是一点风度都没有。也不知道他这么小心眼儿是怎么得他家大人器重的。君妻一顿远，打消了刘翠翠的疑虑，也是让刘忠狠狠地松了一口气。谎言没被揭穿，看君妻这模样，应该也是没有怪罪他的意思。说不定以后东窗事发，他还能够在王爷的面前帮自个儿求个情呢。想到这儿，刘忠看君妻的目光又热切起来。刘叔，你不会有什么恩将仇报的想法吧？君妻觉得刘忠这眼神就透着一股子的算计。刘忠一噎，哎呀，他怎么就忘了？这家伙不仅是警惕，还特别的心黑手狠。他还是老实点的好，免得偷鸡不成蚀把米，那就不好。刘叔，你家里人什么时候进的京啊？回王妃，他们来了有5、6日了吧？老奴给他们租了个院子，平时老奴没事的话就去陪陪他们。你打算让他们留在京城？老奴确实有此想法，这些年老奴从未尽过孝，如今父母年迈，身子骨一日不如一日了，弟妹也因为老奴生活困顿，老奴实在是愧疚。可是你要是穿帮了怎么办？走一步看一步吧。说实话，我觉得你还是把他们送回去的好。你也知道你的身份，权力越大就说明越危险。别看现在风平浪静的，谁也不知道暗处有多少只眼睛盯着这莫王府。你身为莫王府大管家，同样要面对各方人的阴谋诡算计。一旦他们知道你有亲人在京城，那你的亲人必然会面临被人利用算计的风险。你在深宫中这么多年，又被选为莫王府大管家，应该知道这其中的危险。明刀明枪在这京城是最下等的手段，你也清楚，真正的危险是那些看不见的狡计与阴谋，而你的亲人未必能应对这样的危机。不是未必，而是他的那些亲人一
一定是应对不了，最后的结果就是刘忠也会被拉下水。我知道你想尽孝，想为家人做点什么，但你可以选别的办法，比如多给他们些钱，买宅子买地，让他们衣食无忧。但留在京城对他们对你来说都不是好事，你也不想最后因为你的一意孤行反而害了他们吧。刘忠想了一个晚上，最后找到了君妻，请求他为自己的家人补上一卦，若是留在京城真的有危险，他也就死了心了。爹娘，七姑娘是我们府里夫人身边的医女，儿子特意请她来给你们瞧瞧身体。大爷大娘，你们不必拘谨，我这个人人美心善，平时都很随和的，只有心情不好的时候才会宰俩人解解气。刘家二老一噎，就很害怕地说。刘忠也是无语，3句话不到你就暴露本性了。姑奶奶，你少说点话成不成？他害怕他再说下去啊，他爹娘没毛病，也得被他给刺激出毛病来。咋了？我这不是看你爹娘太紧张了，想缓和一下气氛吗？哼，不识好人心。该说不说，你是真不知道自己干不了这种好人好事啊。我跟你说，别人还没这待遇呢，这也就是看你一片孝心，本姑娘才这么好态度。刘忠无语，确定不是因为那些可观的钱财吗？有钱能使鬼推磨，刘忠真心觉得这位跟贪财鬼是有的一拼的。先办正事。哎呀，忙什么？头一次见面，大家好好认识认识，这是给你长脸不是？我可谢谢您了，你少说2句话，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忙了。老奴那里还有一株极品雪莲。大爷大娘，我来给你们把把脉。刘忠抹了一把脸，他这是被临时薅羊毛了吗？没什么大问题，就是年岁大了又操劳过度，我开个方子好好调养，多活几年还是没问题的。刘家二老，他们算是看出来了，这姑娘人还是挺好的，也没什么架子，就是这说话比较的，哎呀，按照他们乡下人的话来说呢，就是比较的欠拍打。大爷大娘，看你们印堂发黑，恐有灾祸降临啊！君妻一脸的沉重，江湖骗子开头都是这么一句。君妻想着，既然那么多的人上当受骗，那就说明这句话比较的管用。果然，刘家人立马就脸色不好看了。这个时代的人最信鬼神，尤其是这样的老实人，最好骗了。我学过岐黄之术，不如我给大爷大娘看看。烘托完了气氛，君妻自然是要乘胜追击的。好。君妻掏出了自己随身携带的那枚铜钱，他让老爷子抛了一下，铜钱在即将落于君妻掌心的那一刹那，突然就停住了。看着如同陀螺一般飞速转动的铜钱，君妻的眉头不自觉地皱起。可是有什么不对？很不对，我这双火眼金睛怎么会看错呢？刚明明是灾祸之兆啊，为什么算出来什么数都没有？难道是我修行退步了？不行，看来我得回去加紧修炼了。他神神叨叨地往外走，众人沉默，这姑娘好像有一些不太正常。王妃，是不是情况不好？下个月之前把你家人送走，可保他们性命。刘叔，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你的执着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好事。就没有破解之法？若再待下去，即便过了此劫，往后也不会太平。刘叔，你可不要犯糊涂，有些人的缘分注定聚少离多，你亲缘浅薄，若强行在一起，对彼此都是种伤害。老奴明白了。刘叔，你有没有想过，大娘他们其实并不是很想待在京城？大爷大娘他们年岁大了，贸然离开生活了一辈子的故土，来到这繁华又陌生的地方，他们还要一点一点的适应，这罪受的完全没有必要。他们完全可以在故乡颐养天年，你这么把他们折腾来，其实并不是为了他们，而是想了却你自己心里那点心愿与歉疚。我觉得你应该问问他们的意见，而不是你自认为为他们好的什么都替他们决定了。我想你把他们弄来的时候，也没告诉他们要在京城定居吧？你这不是为他们着想，而是对他们的不尊重。刚刚刘家二老那拘谨又有一些惶惶不安的行为，已经告诉了君妻，那2位老人其实并不适应京城的生活，都这么大岁数了，实在是没有必要再重新的适应环境。刘忠的弟妹或许没有那么的明显，但显然他们也是有一些迷茫和无助的。刘叔，你还是应该跟家里人多沟通一下的，有些事说开了，或许就是另一种局面了。君妻也算是苦口婆心了，至于刘忠能不能够听得进去劝，那就不是他能够左右的了。几天之后，刘忠笑嘻嘻的来找君妻求平安符，事情解决了，不然怎么会心情这么好呢？是，多亏王妃提点，老奴回去问过父母和弟弟妹妹，
他们都表示想回故里。刘忠就想着在军妻这里求几张平安符给家里人带上。那什么，刘叔，您要不改求个杀人越货或是打家劫舍一类的？像什么保平安保康健的最好就别找他，因为他真的不熟。刘忠一言难尽的看着军妻，是他草率了，忘了这姑奶奶从来就不干好事了。刘叔，他那一嗓子狗都得抻长了脖子跟着较量上。王妃有事儿？刘叔，你快去看看吧，我刚在赌坊门口看到你弟弟被人拉了进去。赌坊那样的地方，进去不输的裤衩子不剩，你都别想出来。阿后，你这是疯了吗？哥，你看我赢了好多钱。哪儿了？一听到赢了钱，军妻立马就扒开挡着的人窜了过去。看到桌子上的银子，他眉开眼笑的走过去，往自己的怀里面划了。赔钱的经典套路嘛，先是让你赢的红了眼，再让你输的红了眼，最后收网把你给套进去。幸亏他来得早，不然就没有这些钱了。小丫头，这钱似乎不是你的吧？也不是你的吧？所以你也没资格多管闲事。军妻手脚麻利的把银子全部给塞到了自己的怀里。这可是他救刘后于水火的报酬，谁敢跟他抢，他就跟谁急。刘后兄弟，你这手气正旺着呢，现在走多可惜啊！我说都是欠人的狐狸，你们俩演什么聊斋啊？敢设局坑莫王府的人，人家都找上门来了，你们不躲着点还往上凑，你们是真不怕人家记住你们的脸啊？你们俩等着，说不定明天的现在，你们就睡地底下了。啥玩意儿啊，真当他们自个儿有多精明似的。两人脸色煞白的往后退去，没人作妖了。刘忠拉着刘后很快就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里。大晚上的有没有点公德心啊？求王妃救命！咋了这是？军妻连忙后退一步，能够把刘忠逼到这份上，事情应该是不小。舍弟被人断了手指，如今行踪不明，爹娘受了刺激，昏了过去。他们没走，今儿可是初一了，当初他可是说过的，月底之前必须得走。本来前日就要走的，可舍弟说要捎些东西回去，老奴想着也就多留个1、2日，因此……刘叔，你先别慌，那些人既然抓了你弟弟，还拿断指威胁你，肯定不会让他死的。咱们先找到你弟弟再说。军妻拎着不会功夫的刘忠往府门外面走，找人对他来说那就是小菜一碟。王妃，您这是出府？我出去办点事儿。什么事儿？用不用属下帮忙？你们很闲？好家伙，这一个个眼睛放光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跟着去捡钱呢。这不是想跟着王妃去见见世面吗？这深更半夜的，王妃拎着大管家出府，那肯定是有热闹瞧嘛。军妻眼珠子转了转，行吧，这些免费劳力说不定还能够派上用场。王妃，您确定阿后在李家？本姑娘什么时候弄错过？可李家与咱们莫王府素无恩怨，李涛又从不参与党争，他为何要与老奴为难？你问我呀？李涛是哪块地里长的葱我都不知道，我又怎么知道你们之间有什么恩怨？先找到人再说。说着，军妻就翻进了院墙里，几人左躲右闪的来到了偏僻又荒凉的一处院落。王妃，阿后是不是在里面？不止他，还有俩鼠辈。听呼吸，那俩人应该在30岁左右，功夫不是很高，但也有些底子，应该是被派来看管你弟弟的。几个侍卫和刘忠一阵的无语凝噎。尼玛，这静悄悄漆黑黑的一片，跟个鬼屋似的，你打哪儿瞧出来这么多的呀？就感觉这心里面突然有一些发毛。他们平日里应该也没有做什么不合时宜的举动吧？王妃，那咱们进去救人。刘叔，那些人除了给你们留下断指之外，是不是还留了什么话？威胁嘛，总是会有目的的。回王妃的话，他们只拿了借据，说阿后赌输了钱，让我们拿10万两银子，其余并未多言。别说他没有10万两，就算有，他也不会给啊！这明显是个局，他岂能傻傻的往里面跳啊？你明显拿不出那10万两。10万两啊！刘忠就算是砸锅卖铁，把他自个儿给卖了，那都不可能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怎么办呢？那当然是那些人给他想办法了。想到此处，军妻也不着急了，咱们先回去。不救阿后吗？刘忠有一些接受无能啊，都找着人了，他不明白军妻这个时候走是几个意思啊？你也说了，人家可是有借据的，你就算把你弟弟带回去，人家照样能拿着借据让你们还钱。说穿了，这个局主要针对的是刘忠。刘忠拿不出钱来，如果想要让弟弟平安无事，就得听他们的摆布。你放心啦，
你弟弟那小命可是要挟你的筹码，他要没了，还拿什么要挟你？你们几个留2个保护刘叔他弟。几个侍卫一噎，原来看热闹真的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回到莫王府，清贵绝伦的莫大王爷正等着他们呢。刘忠跟回来的侍卫马上跪地请罪。只不过是出去溜达了一圈，别这么严肃嘛。话说你这么晚不睡，难不成是看我们出去不带你气的？哼，本王有你这么无聊？还气的，他倒是能想，只不过是得知他出了门，睡不着，在院子里面等他罢了。你快起来，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发财。似乎是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怎么解救刘叔的地？众人无语。你不会已经想好了怎么捞好处了吧？如果是这样，那你这脑子就有一些过于活跃了。起来吧，刘叔，下次那些人再来找你，你就这样。军期一脸阴险的模样，整得刘忠这心里头毛毛的，总觉得自己要被带飞是怎么回事。过了2天，刘忠那边就传来了消息，果然如同军期所料，刘忠拿不出钱，赌方的人就以刘后的性命做威胁，要求刘忠帮他们办一件事情。转天，刘叔就带了一个叫做小雨的机灵小丫头进了莫王府，对外宣称是新招的丫鬟，实际上莫王府的很多人都知道她就是一个奸细。人弄进来了，他们有没有放了你弟弟？回王妃的话没有，他们说要等小雨在莫王府站稳脚跟。这么说，那借据他们也没给你？是。意料之中的回答，这就是一个坑，只要跳下去你就甭想爬上来。得亏有军期给他证明，又给他出谋划策，不然他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从这趟浑水里面趟出来。赌方那些人受了谁的指使？到底是不是李家？老奴也不知，跟老奴传话的都是赌方的人，那间赌方背后的人是李夫人娘家兄弟，表面上看确实是李家的人，但是老奴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简单还是复杂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怎么分赃。管他谁在背后算计呢，反正最后都得给他把钱给吐出来。刘忠一噎，为什么别人总跟不上您的点儿呢？莫大王爷，您要不要占点外快啊？有这位参与，事半功倍啊，有没有？说吧，要本王做什么？玉墨之斜了他一眼，不得不说，这丫头搂钱的本事比劫匪都还要凶残，啥恩怨情仇的她都能跟钱挂上钩，这能耐也是够可以的。这丫头以前呢，可能就不是个人，而是一个钱串子。玉墨之觉得自己如果是一个穷光蛋，这丫头可能连看都不带看自个儿一眼的，就是这么的现实。小雨被调到玉墨之的近前伺候，然后就无意之间发现了玉墨之正在秘密寻找一位恩人的消息。在军期一步步的引导之下，他背后的人呢，先一步找到了这个恩人。要说军期这变装术吧，老熟人面对面的都不带认出来的。这位老爷找我有事儿？在下找小公子，是想询问小公子是否曾经到过西北。你问这个做什么？实不相瞒，犬子曾在西北一带遇到过险境，多亏一人出手相救，老夫正在寻找犬子的救命恩人，以期能报答一二。你妈！你说这话就不怕安定公主从地底下上来把你带走啊？冒充谁不好，偏冒充人家老子？你是真不怕那位活阎王知道把你砍得稀巴烂啊？我是救过一个人，那人当时受了很重的伤，不知是不是您儿子？小公子可否描述一下那人的长相？那人20多岁的年纪，剑眉星目，不是一般的好看。小公子救的那人就是犬子？什么？您和您儿子长得可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不会不是亲生的吧？这小子说话不好听呀。不知小公子能否详细描述一下当时救犬子的经过？他不是你儿子吗？你怎么不去问他呀？瞧我这记性，当时你儿子可是昏迷的，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被救的，自然也没法跟你们说了。中年人一听，顿时激动起来。昏迷好啊，昏过去那就啥都不知道了，也就不知道他们说的话是真是假。军期发挥自己编故事，发挥自己3寸不烂之舌，把这中年人给忽悠的是一愣一愣的。您看，这就是当时我在您儿子身上拿的玉佩。中年人接过来看了看，玉佩上乘，最重要的是上面还有着皇家印记，这跟小雨传出来的话相吻合。当时我把你儿子放到医馆，因为有急事我就走了，临走的时候我可是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留在了医馆。军期接着编，当时我身无分文，就想着拿这东西换点钱当路费，可我还没到呢，就遇到了熟人，所以这玉佩就一直留了下来。说起来我跟这玉佩，不过这位老爷，你们家在京城吗？咱们这么有缘，改天咱们一起聚一聚可好？实在不巧，老朽家在岭南一带，这次来京城也是有事在身，恰巧跟我提起公子，说公子去过西北。
这才来找公子碰碰运气，没想到真能让老朽给寻到了。老朽有个不情之请，不知当抢不当抢？您说。这块玉佩乃是犬子定亲的信物，事关两家联姻，不知小公子能否把玉佩还给老朽？合着您找我不是为了救命之恩啊？我说这位老爷，你们这可不地道啊！救命之恩我也不要求你们涌泉相报，但你们这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的可不太好啊！小公子息怒，老朽的意思是为表达感谢，老朽会给公子备上一份厚礼，也请小公子体谅，把这玉佩还回来。什么厚礼啊？老朽经商过手的都是俗物，不知1万两银子，小公子可满意？虽然是询问，但中年人却是一副自信满满的模样。1万两对于普通人来说，确实是一笔巨款啊！原来你们经商的都这么穷吗？说实话啊，这位老爷，这玉佩我还不能给你。为何？您看，从坐在这里开始，都是您自个儿在那自说自话，说是本公子救了您儿子的性命。可到现在，本公子都不知道您姓甚名谁，家住哪里，这让本公子不得不怀疑您的用心啊！还有就是本公子有一个好友，他在府门中行走，前些天他看到我这块玉佩，说有些眼熟，本来接我是跟他约好的，想让他再看看，所以啊，咱们还是改天再谈吧。小公子，咱们有事好商量。老朽确实做得欠妥当，这样为表老朽的诚意，老朽出2万两，怎么样？这不是钱的事儿。5万。君妻面露犹豫，中年人一咬牙，10万。行吧，我可说好了，本公子这可不是为了钱，本公子完全是看在你一片诚心的份上，怕你报恩不成，内疚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在君妻的叨叨声里，中年人命随从取来了钱，两人交换钱跟玉佩，双方满意的分道扬镳。其实中年人本来没那么急的，但是他害怕君妻真的拿着那块玉佩去给他的什么朋友抢，这才想着先下手为强。殊不知君妻就是利用了这一点，这才坑了他10万两。怎么样，刘叔你认不认识？回王妃的话，那是蒋家2房老爷蒋志廉。说说他家情况。蒋家大爷蒋志长在翰林院刘央刘大人的手底下做事，他胞弟蒋志廉则是靠着他大哥领了一个闲职。那蒋家跟那什么上都护李家有什么关系？李夫人的娘家嫂子出自蒋家，蒋家2房嫡次子蒋离与李涛大人的嫡3女李心怡有婚约。刘叔你是怎么记住这么复杂的关系的？君妻对于刘忠这个能力那也真的是顶佩服，反正他听都听晕了。这都是老奴的职责。王妃，接下来该怎么办？是不是警告一下蒋家？哎呀，刘叔你怎么这么鼠目寸光啊？你要像我一样把目光放长远。再说了，这才10万两，咱们再不好分不是？少说也得坑他30万两，一人10万两不是？刘忠沉默了一下，他这是要因祸得福发财的节奏吗？小姐，免礼，怎么回事？王爷在何处？回小姐，王爷今儿个一直在书房，奴婢虽然在王爷院子里面伺候，但也只是负责洒扫这等的低等活计，并不能够近身伺候，所以奴婢也不知道王爷是何意。是不是王爷还有所怀疑？因为心虚，蒋昭忧心忡忡的，毕竟冒充莫王的恩人，这如果被知道了，以莫王的凶残，死都是轻的。小姐别急，奴婢去跟刘管家打探一下。打探什么呀？参见王妃。你谁啊？回王妃的话，奴婢是王爷院子里的3等奴婢。你不在王爷院子里伺候，跑这里来做甚？回王妃的话，奴婢路过此地，蒋小姐独自一人在此，有些惶恐，遂叫了奴婢进来问话。小雨迅速地找了一个借口。你先下去吧。蒋小姐请坐。谢何大小姐。听说蒋小姐救了莫大王爷，说起来本姑娘还得感谢蒋小姐呢，没有蒋小姐出手相助，说不定本姑娘就变成寡妇了。哎，不对啊，貌似那时候本姑娘跟莫大王爷还没认识呢，所以应该说要没蒋小姐，本姑娘就没现在这荣华富贵的日子了。蒋小姐大恩大德，本姑娘真是没齿难忘。这话怎么听着这么不对味儿啊？难道这位何大小姐是来宣示主权的？举手之劳，不足挂齿。何大小姐言重了，当时小女并未多想，属实不知救的是莫王爷，这才更显得蒋小姐难能可贵嘛。本姑娘就做不到蒋小姐这样不惧危险，拔刀相助。本姑娘要是看到一个血淋淋的男人，别说救了，早撒腿跑了。刘忠沉默，
您没说跑之前先搜个身。蒋昭也是无语，总感觉这位何大小姐在内涵他不守规训。蒋小姐呀，其实今日找你来，除了感谢你救了莫大王爷外，还有一件事要麻烦你。何大小姐请讲。是这样啊，对你描述的救了莫大王爷的过程，我们还想再求证一下。何大小姐这是怀疑小女吗？小女说过，救王爷乃是无意之举，小女也并不要求王爷报答。何大小姐实在没必要羞辱小女。蒋小姐不要恼羞生气嘛，这也是王爷让本姑娘问的。王爷说他当时弥留之际，跟那位恩人说了一句话，他让本姑娘问问蒋小姐，那一句话是什么？王爷的意思是，若蒋小姐真是他的救命恩人，必然能回答上来。若是回答不上来嘛……君妻给了蒋昭一个他明白的眼神。蒋小姐也知道，王爷身边太多居心叵测的王八蛋了，我们这也是为了以防万一，希望蒋小姐能理解。被骂作王八蛋的蒋昭此时慌的是不要不要的，他哪知道什么话呀？可他如果说不上来，那欺骗莫王、冒充莫王恩人的下场，蒋昭打了一个冷战，只觉得浑身出奇的冷。王妃，依老奴看，可能是时日良多，蒋小姐有些记不得了，不如让蒋小姐回去想想如何？啊，就一句话的事还需要想啊？吞吞吐吐的，到底是不是蒋小姐救的王爷啊？何大小姐见谅，小女确实有些记忆模糊，需要回去想一想。蒋昭马上就抓住了机会。行吧，那就过2日再说吧。蒋昭赶忙告辞，君妻还装模作样的命人风风光光的把蒋昭给送了回去，站得越高摔得越惨，希望这位心比天高的蒋小姐不会头破血流。王妃，你说蒋志莲会不会怀疑咱们？有本姑娘在，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她就是死也得先把钱给本姑娘吐出来再死。看着君妻脸上那奸诈的笑容，刘忠怀疑他家王妃不是对钱感兴趣，而是对坑钱的过程感兴趣。很快的，在君妻的刻意安排下，蒋志莲又找到了君妻，两个人讨价还价的，又以10万两的价格成交了一句话。只不过蒋志莲可不是什么善茬，在一手交钱一手交话之后，他还命人跟着君妻，准备解决了这个后患，顺便呢把钱再给拿回来。哎呀，到这儿咱也就只能说，这蒋志莲也真的是无知者无畏。他这么做的后果，导致的就是君妻把那些想要杀他的人直接给拎进了衙门。衙门当然是要审的呀，这一审就牵扯出了蒋家二房。刑部的人询问换装之后的君妻是否跟蒋家二房有仇，君妻只装迷糊的说道不认识。衙门找上了蒋志莲，他矢口否认，却心惊胆战。别的他不怕，但他害怕衙门继续下去会发现他女儿冒充莫王恩人的事情。如今骑虎难下，他只能是再一次找到了君妻，希望平息此事。当君妻见到蒋志莲，得知是蒋志莲要杀他的时候，那脸上的震惊愤怒的表情啊，忒浮夸了。见君妻开始怀疑他，蒋志莲只能是花钱消灾，又损失了20万两。蒋志莲的家底都出去了，东拼西凑的还在他大哥那儿给借了10万两。此时的蒋志莲隐隐的后悔起来，这莫王还没巴结上呢，先赔了一个倾家荡产，这如果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的话，他非得哭死。他借了那么大的一笔钱，蒋志长当然是要问清楚缘由了。蒋志莲也不敢跟大哥说实话，于是就撒谎说君妻抓了他一个把柄威胁他。蒋志莲一听那还得了，于是他气势汹汹的就找上了君妻。君妻一看蒋志长比蒋志莲还要有钱，那歪心思立马又生气了。怎么没杀了本公子？你们蒋家这是要以权压人？什么杀了你？蒋志长不明所以。哼，你弟弟没告诉你，他因为买凶杀人不成赔了我20万两的事儿？蒋志长一愣，蒋志莲只说君妻威胁他，还真是没有说过这事儿。不过一想到君妻用一个女子的名节来威胁弟弟，他就觉得君妻是死有余辜啊。你倒是会倒打一耙，本官是来警告你，既然拿了钱，此事就到此为止，不然公子不会想知道本官的手段。你那个弟弟到底是怎么跟你说的？君妻实在纳闷，这抢他功劳还买凶杀人的人，为什么能够如此的理直气壮呢？难道这一家子都不要脸？哼，明知故问。得，看来咱们是没法说了。本公子看还是找你那位谎话连篇的弟弟出来，咱们当面把事情说清楚吧。毕竟本公子也想知道他要对他儿子的救命恩人下死手的真正原因。蒋志长满脸的问号。我说这位蒋二老爷，有些话咱们当着蒋大人的面是不是说清楚比较好？
你不要欺人太甚。我欺人太甚？当初是你跑到本公子面前说什么你是本公子救的那人的爹，还以10万两的价格买了本公子手里那块证明我是救命人的玉佩，是也不是？后来也是你又找到本公子，想知道我救下的那人对本公子说过什么话。当时本公子就怀疑你的用心，既然是亲爹不问儿子，偏偏来问我。不过看在钱的份上，本公子也没计较。可你倒好啊，钱给出去了，还想着杀了我再把钱劫回去。我说你咋这么不要脸呢？正好蒋大人在这儿，你给本公子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人真是你儿子吗？蒋志莲没有想到军妻突然把事情给揭了出来，措手不及的就面对自家大哥怀疑的目光。到底是怎么回事？蒋志莲说这小子偷看蒋昭洗澡，并且顺走了蒋昭的礼衣来威胁他。显然这件事情并不是他讲的那般简单的。大哥，你别听这小子胡说，什么玉佩，什么救命恩人，都是这小子瞎说的。不信你问他有何证据能证明那什么玉佩和救命恩人的事儿。好啊，你个阴险无耻的小人，长得像坨屎就算了，你还做坨屎，别人窜出来的稀都没你人胀。幸亏本公子察觉到不对，留了个心眼儿，不然现在本公子就是那8辈子的老陈账，说都说不清了。听军妻还留了后手，蒋志莲又不淡定了。到了这个时候，他都已经回不了头了，该不会又出了什么岔子吧？蒋大人，你也看到了，可不是本公子不给你这不要脸的弟弟机会，是他自己非要往黑道上狂奔，拉都拉不回来。你可不要让我下手不留情啊！军妻还声明了一下，表达了一下自己也是被逼无奈之举。兄弟俩现在都没有心思理会军妻的碎碎念，他们就想知道军妻到底留了什么后手。哼，蒋二老爷，你以为你自己运筹帷幄的很聪明，实际上本公子上次给你的那句话根本不对。你此话当真？是真是假，你找你儿子问问不就知道了。军妻还特意加重了儿子二字，蒋志莲也没工夫跟军妻掰扯，他着急忙慌的就奔出了客栈。哟，蒋二老爷这是怎么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有鬼追他呢。蒋志长也算是看出来了，眼前这小子就是耍他弟弟玩呢。你到底要如何？这就要问蒋二老爷想做什么了。本来本公子来京城就是走个亲访个友，谁知道差点交代在这儿啊！您说我这算不算无妄之灾，天降横祸？不过说真的啊，蒋大人您还是回去好好问一下蒋二老爷比较好。您不知道，本公子这几日打听过那块玉佩，我一位高门中做事的友人通过本公子的描述，猜测那块玉佩可能出自皇家。这下子蒋志长也不淡定了，他立刻就联想到侄女蒋昭突然就入了莫王青眼的事儿，他心里隐隐的有了一些猜测。你说你曾经救过一个人啊？有一年我去西北，说起来本公子还是第一次遇到那么好看的男子呢。紧接着军妻又跟蒋志长描述了一下玉墨之的长相，很好，军妻成功的看到了蒋志长额头上的细密汗珠。你们好得很呀！莫王那是什么人？少年成名，统领几十万兵马，差点让兵力强劲的西绕成了弹丸小弟的杀神。那心计手段岂是能随便被人算计的？京城多少势力盯着他，却没一个敢轻举妄动的。你们倒是看得起自己，居然敢伸头冒充他的救命恩人，你们是真嫌命长了呀！蒋志长气得脑瓜子嗡嗡直响，这如果一个整不好，整个蒋家都得搭进去。他都不知道他弟弟是哪来的自信，认为他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闲散小官能够算计得了玉墨之那个至多近妖无人敢惹的活阎王，这是真不怕死。大哥，你可得救我呀！这下子蒋志莲是真的哭了，谁能想到他千般算计，最后会落得一个倾家荡产还前途堪忧的境地。你且说说是怎么找到那个救命恩人的，我看看能不能从他身上下手。蒋志莲不敢隐瞒，把小雨给他传消息，他找到军妻的过程给说了一遍。蒋志长那个心塞呀就甭提了，感情他这个弟弟还往莫王府里面塞了一个奸细，这能耐他都自愧不如。不过他总觉得有一些不对劲儿，怎么总感觉这一切太顺利了。你先想办法把那个叫小雨的弄回来，我去找那个小子，看看能不能让他跟莫王求个情。军妻都没有想到蒋志长居然直接就选择了认错。蒋大人跟令弟真是天壤之别啊，令尊真是能生啊。蒋志长无语啊，这是夸他呢还是骂他？一口价10万两，这件事就到此为止。蒋志长识时务，军妻倒是不好下狠手。多谢小公子。蒋志长二话没说，钱掏的也爽快，就当是破财消灾了。
不然还能怎么着啊？君妻办事也利索，回了莫王府，让人打了小雨，就把他给送回了蒋家。这是警告，也是莫王府的一个态度。前前后后的，君妻在蒋家坑了50万两，差点把蒋家两房都给掏空了。来，刘叔，这是你的20万两。刘忠哆哆嗦嗦的都不敢接呀，别说20万了，就是2万两他都没有。突降这么一大笔的横财，他都要吓死了。不，老奴不敢。哎呀，给你就拿着。我跟你说啊，刘叔，跟着本姑娘，保证你吃不愁，喝不愁，天天潇洒，夜夜温。最后那句你听听就算了啊。莫大王爷，来，这是你的1万两。君妻一副慷慨又嘚瑟的模样。虽然你也没怎么出力，但本姑娘大方，不跟你计较。要不是扯着这位的名号，计划也不会如此的顺利。君妻觉得呢，还是应该给他一点名誉出场费的。玉墨之沉默，就是有点不知道说他什么好。刘忠看着自个儿捧着的一堆银票，又瞄了眼自家主的手里那捏着的一小层，突然就觉得吧，这手里的银票比铁还沉，压得他胳膊生疼。你先下去吧。玉墨之走过去，把银票塞回到君妻的手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嫌少啊？莫大王爷，做人可不能太贪心哈。虽然用了您的名号，但严格说起来，这次的事都是本姑娘计划，刘叔跟着实施的，你可没参与。君妻又开始叨叨他的歪理，玉墨之白了君妻一眼，这丫头真好意思说呢。要不是用自己做饵，靠着自己的威名，蒋志长兄弟俩能够一而再再而三的被他给坑啊！哎呀，莫大王爷，心不要这么黑嘛！1万两真的已经不少了，搁一般人家都能娶10个8个的小妾了。还有啊，您这么有钱有势的，计较这么点钱多跌份儿啊！再说像您这样高风亮节、怀瑾握鱼的人，给钱就是对您的侮辱，我怎么能做这种惹您不快的事儿呢？钱是万恶之源，不能玷污了宁静致远的您，就让这恶缘随着我这个俗人一起远离您吧。主要还是心虚嘛，感觉就跟他占了他的便宜似的。君妻，你可是个没得感情的恶人呢，怎么能有这种危险的想法？君妻越说越离谱，玉墨之猛地回身，一边叨叨一边给自己洗脑的他，直接就撞到了玉墨之的胸口上。倒也没什么狗血暧昧的情节，主要是这俩人吧都不是一般的人，一个是身子硬，一个是头铁，撞一下罢了，真的是啥感觉都没有。远离倒是不必，钱有没有的没关系，总不能让钱把他给拐跑了吧。这丫头每找到搂钱的机会就精神抖擞，两眼泛凶光，就跟抢骨头的狗一样。玉墨之觉得他最大的敌人应该就是钱，可是贪财的丫头能够给刘忠20万两，这倒是出乎了他的意料。不过本王也不能白白让你利用。那你想怎样？陪本王待2天，再不刷刷存在感，他可能会被遗忘在哪个角落里。你不会是要追我吧？你还不是傻的没救。玉墨之直接承认，君妻那张无往不利的嘴突然就失声了。说实话，他虽然是活得久了一点，但真的是没有谈恋爱的经验，母胎 solo 啊，他也不知道喜欢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但他感觉得出来，玉墨之于他而言那是特别的，就好像他说喜欢他，他并不反感，反而心里面还隐隐的有些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甜意。难道他真的也喜欢这个杀人狂魔？ Oh my god， 不是吧？放着这么多3观正的大好青年不要，居然看上这么一个不是人的玩意儿，他有这么变态吗？看着他脸上的不断变换的脸色，玉墨之奇迹一般的看懂了他的想法，他眼角带上了笑意。这丫头啊，可总算是开窍喽。王妃，舍弟。被金钱冲昏了头脑，他都把亲弟弟给忘了。不止他忘了，他如果不提啊，君妻也差点给忘了。刘叔，你去召集人手，咱们去李府要人。蒋家出了喜，这李家也不能跑了不是？管他有没有参与，先坑一笔再说吧。刘忠看了看玉墨之，他调不动府内的侍卫，还是玉墨之叫来了冯文豪，然后集结了几十号人，一群人雄赳赳气昂昂的跟着君妻就堵住了李府的大门，一群的人就跟个土匪似的闯进去了。何大小姐，这是欺我李家门第小吗？你谁啊？回王妃，这位是李府主人上都护李涛李大人。哦，你就是那个跟赌方设套坑刘叔的李家大家长啊！
是不是的这不重要，先把屎盆子扣他头上再说。何大小姐，这话是何意？李涛一头的雾水，军妻给刘忠使了一个眼色，还请李大人遵守承诺，放了舍弟。李涛这下子真的是看不懂了，啥玩意儿这是？还请何大小姐明言。李大人这是在跟本姑娘装糊涂吗？刘叔的弟弟在您夫人娘家兄弟的赌坊赌输了钱，人被你抓了，如今刘叔带着钱来赎人，您难不成还想临时变卦？什么赌输了钱，本官不知。再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即便是你们莫王府的人，也不能仗势欺人。李涛觉得军妻有一些过分了，跟土匪一样跑到他家里来，说是还钱，看这架势就跟打劫似的，这跟恃强凌弱有什么区别？李大人，您这就没意思了啊！当初你们把刘叔弟弟的断肢给他送去，刘叔因为拿不出银子，你们就要求他给你们传递莫王府的消息。如今刘叔凑够了钱，你可不能言而无信呢。哼，信口雌黄。何大小姐此言可有证据？有呀，刘叔的弟弟不就是证据吗？他都在你们李家被关了好些日子了，如今也该放出来了吧？看军妻那笃定的神情，李涛又惴惴不安起来。李涛招来了管家去找人，结果有穆王府的侍卫跟着找，片刻的功夫就把刘后给带出来了。刘后胡子拉碴，脸色蜡黄，还少了一根手指，精神也有一些恍惚。刘忠看着呀，差点都哭出来。军妻倒没什么情绪，只有教训够深，他才能够不再犯这样的错误。经过审问，得知是他的三女儿李心怡把人给藏在李家的，李涛差点没被气死。他那个三女儿嚣张跋扈也就算了，他还招来这种灾祸，简直是个讨债鬼吗？王妃，啥事儿啊，刘叔？你这么着急忙慌的干什么？府里招贼啊？不是，是玉家来人了。玉家？莫大王爷的副族？是。来就来呗，人家来走亲戚，你这么紧张干什么呀？可这次王爷的祖父祖母还有一些家眷都来了。所以呢？刘叔难不成是嫌人多不好管饭？王爷不在。刘忠觉得吧，他如果不表达的清楚一些，都能跟军妻站在这儿说到天黑去。你是想让我去接待他们？老奴正是此意。哎呀，跟这脑回路不正常的人沟通可真不容易。不去。玉墨之的爷爷奶奶亲戚跟他有啥关系啊？他为什么要去跟那些个人虚与委蛇啊？王妃，王爷不在。你刚说了。西边王妃，岳驸马求见。正好，快请他进来。正手找不着人去应付玉家的那些亲戚呢。岳驸马爷，您来的正好，你们家七大姑八大姨的就交给您了，我先去歇会。玉成和刘忠面面相觑，然后刘忠就尴尬的请玉成往里头走。爹，墨汁有政务要忙，我看咱们就先回去吧。回什么回？再去派人催催。等待的时候，有几个坐不住的小辈提出在王府里面走走，却是被刘忠给拒绝了。怎么，老头子孙子的府邸，老头子我还做不得主，让人在府里走走，玉老息怒，非是老奴违逆，实在是莫王府的规矩如此，连老奴也做不得主。是啊，父亲，莫王府守卫森严，万一闯进了什么要紧的地方，出了危险怎么办？老头子倒是要瞧瞧，在偌大的王府走一走，能有什么危险？啊，这鸭子好有趣。少年兴冲冲地走过去，抓起招财的两只翅膀就开始拉扯。招财痛苦的嘶叫声让刘忠的身子都抖了抖，他几乎是跑着上前想把招财给救下，可是那少年左躲右闪的，还戏弄起了刘忠。还是玉成眼疾手快地抢下了招财，看着被玉成放到地上，翅膀上还有嫣红流出的招财，刘忠这心里突突的跳个不停。完了，这指定是要出大事儿啊！那少年看到刘忠的神色，突然弯腰拎起了招财，就往不远处的池塘扔去。落后了一刻的刘忠惊得眼睛都快要凸出来，这下子完了，指定是不能善了了。你们瞧，鸭子居然不会游泳，真是太好笑了！快！刘忠还没有说出救招财这三个字呢，穆王府的一个侍卫腾空而起，踏着水面就把招财给捞了上来。招财被放到了地上，嘎嘎叫着，扑扇着翅膀就跑远了。刘管家，那是谁养的鸭子？真是好好玩，不如给本少爷带回去吧。那是我们王妃的爱宠。哦，那就是那个传得沸沸扬扬的何君妻的鸭子。看在这小子要完蛋的份上，他就不跟他计较。什么王妃？一个声名狼藉的粗鄙之女，她也配？那是万岁爷亲赐的莫王妃，玉老这是对万岁爷的决定不满。被对的玉玲脸色更加的难看，但他却没有敢再说什么。莫要再耽误时间了，
咱们去饭堂吧。且慢，膳恐怕用不成了，几位还是等我们王妃过来给个交代吧。你这是何意？难不成因为一只畜生，你们要以下犯上？以下犯上不敢，但在这莫王府，没有人敢欺辱王妃。就在这个时候，金七拎着招财的脖子从远处快速的奔来。哪个王八蛋欺负的你？招财同样气愤的伸出了一只翅膀，指着少年，把他给姑奶奶丢到池塘里去！娘的，敢欺负他的人，活腻歪了！一个离得近的侍卫伸手拎着少年一甩，扑通一声，玉家人都还没有反应过来呢，少年就已经在水里面挣扎了。儿子，快救他呀！可周围没有一个人动弹。玉林看到这一幕，那也是心神俱震。少年的父母眼睁睁地看着儿子挣扎无果往下沉去。就在他们绝望无助的时候，一个侍卫踏上了水面，就跟捞招财一样，把他给拎上来丢到了军妻的面前。你小子胆子很肥啊，知道是姑奶奶的鸭子还敢斗，你怕不是听说过姑奶奶的手段，心里痒痒想试试？既然这手这么欠，那姑奶奶就给你修理修理好了。军妻一脚就踩在了少年的右手上，惨叫声让玉家人集体都抖了抖。孽畜，住手！军妻朝他看去，挑衅似的脚底下用力捻了捻少年的手。少年更为痛苦的叫声让玉林也跟着颤了颤。玉成也是第一回见识到这位传言之中无法无天、嚣张跋扈的何大小姐如此凶狠的一面。他是谁？回王妃，玉家老爷子，也是王爷的祖父。玉林以为军妻听到他的名号会有所收敛的上前来见礼。本姑娘当是谁呢？原来是莫大王爷那个10多年都没见过的玉家糟老头的祖父啊！怎么，这是混不下去了，带着一大群人来莫王府打秋风？我说这么大岁数的人了，吃了这顿还不知道有没有下顿，你能不能要点脸啊？谁不知道你们玉家能走到今日，全靠你爹那点子功绩。你个没用的糟老头子不在家里躲着，跑出来作妖，也不嫌丢人现眼啊！你倒是不怕你爹气得半夜来找你？你什么你说话都不利索，还好意思到莫王府来要饭，真当莫王府是善堂啊？来人，把这小子给本姑娘打断手，扔出去！娘的，手这么欠，要来有什么用啊？你敢？你看我敢不敢？动手！王府侍卫那行动力，那真不是一般的府邸所能够相比的。反正玉家人就没有见到过这么麻利又凶残的人。少年的父母都还没有来得及嚎呢，那少年就已经被打断了双手给丢出去了。你个残虐不仁、丧尽天良的毒妇！我玉家绝容不得你这等恶妇！你休想进我玉家门！父亲，您就少说2句吧。你也是个逆子！玉驸马爷，你起开！这老匹夫吃着老子的剩饭，喝着卖儿子的汤，坐吃山空，本事没有，倒是有脸骂衣食父母，没脸没皮到他这份上，也是少见啊！玉成沉默，专门往别人的心口上扎，这嘴也太厉害了呀！还有你们，不思进取就算了，花花肠子倒是不少。咋的？你们以为跟着这老头子来莫王府一趟，就能把莫王府变成你们往后攀附的对象，通往荣华富贵的踏脚石？你们真是梦里中状元，想得挺美啊！好的不学，你们净跟着老头子学攀附权贵、打秋风这等不要脸又不入流的手段了。也对啊，这老头子身上也没有什么优点可让你们学的，你们可不就越长越歪吗？军妻的那张嘴，一般人都承受不住。玉家人被骂了一个狗血淋头，偏有少年那个前车之鉴，他们还不敢反驳。你想怎么处置他们？赶出去！你说我怎么有你这么个没出息的搭档？军妻有一些恨铁不成钢的瞪了他一眼，有人撑腰都不知道硬气一点，真是白跟了他这么多年了。把他们都给本姑娘打2巴掌，扔出去！看这些人以后还敢不敢跑到他面前来刷存在感。一阵兵荒马乱之后，除了玉林老两口跟玉成，其余的玉家人都被扇了巴掌，扔出了莫王府。玉成本来以为这下子总得消停了吧，这俩为什么留着？玉成这下子真的是无语了。得，他还想打他未婚夫的祖父祖母，这混劲儿那也是天下难寻了。玉林被气得都说不出话来，玉老夫人有一些恐惧的站在了玉成的身后。刘忠扶了扶额，摊上这么一个不通人情世故的主子，他也很心累的好不好？王妃，这毕竟是王爷的祖父祖母，传出去对王爷的名声不好。
再说了，他们也不敢上手啊。你们王爷有名声那东西？刘忠和众侍卫无语凝噎。嗨，您这话说的，那让他们怎么回啊？得了，堵上嘴，丢出去。打巴掌不行，堵嘴总没问题了吧？这还真没问题。侍卫们上手，一块破布塞到了玉玲的嘴里，她连叫嚣都没有做到，就被架着走了。何大小姐，家母年迈，给个面子如何？好吧。军妻摆手让侍卫退下，这老太太倒是没有作妖，她也懒得计较。好家伙，他儿子这是娶了一个什么玩意儿啊？这脾气大的，反正他是头一回见，也不知道他儿子能不能承受得住了。玉家的人刚被丢出去一会儿，玉墨之就回来了。你倒是会赶时间啊。就是。玉墨之看向了刘忠，询问他这又是抽的哪门子的风啊？刘忠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给讲了一遍。玉墨之对这脾气见长的一人一鸭也挺无语的，下次让他撒完气再把人放走，省得把气留给他。刘忠也是沉默。你说这夫妻俩都不做人呢。六亲不认的莫大王爷跟在军妻的身后，在大街上溜达，前面一群人围着叽叽喳喳的，好像在议论什么。军妻一瞧见有热闹，几步走进去，挤进了人群之中，就不见了踪影。人高马大的玉墨之站在人群的外面等着。祖母，这些年祖母因为你的事烦忧，身体一直不好，你就不要再惹祖母生气了。既然你这么孝顺，那还不赶紧把梁老夫人扶回去？梁武，你这个不孝不悌的东西，不认亲娘，你就不怕被人戳脊梁骨吗？梁大夫人似乎又忘了，我早已被梁家除名，也早已不再是梁家女。逆女，你别忘了是谁把你给生下来，又辛辛苦苦给养大的。哪怕你不是梁家女，你也是从老身肚子里面爬出来的，这生养之恩你万死难还。你以为讨好了玉家这老夫人就能被玉家给承认吗？真是扶不起的软骨头。梁老夫人，你可还记得当初打算一根白绫了结我的时候？那也是因为你执意合离跟别人在一起，犹如我梁家的门风。安定公主刚死不久，她就要嫁给玉成这个驸马爷，这不是让皇上怨恨他们梁家吗？所以我并不怨你们，只不过在你们拿了他大半家产，把我卖给他之后，我跟梁家就已经再无瓜葛了。你们现在来认我，大家都清楚是为了什么，无非是看到皇上跟玉墨之对他并无怒意，觉得他又有了利用价值罢了。我只能告诉梁老夫人，我这一生不慕名不逐利，也不想参与勾心斗角，我只想跟他安居一隅，安安稳稳的过日子。谁要是敢来破坏我与他的平静生活，哪怕是鱼死网破，我也要让那些人付出代价。罢了，就当是老身强求了吧。军妻倒是对于这位表面柔弱内心坚毅的玉夫人有一些刮目相看起来。莫大王爷，这是你亲奶奶，快来见个礼，叫声奶奶听听。玉墨之白了兴致勃勃的他一眼，就不明白了，又不是他认孙子，他激动个什么劲儿啊？玉老夫人安。得到消息的玉成匆匆赶来，他先是查看了老娘是否安好，然后旁若无人的就握上了玉夫人的手。玉夫人挂着温柔的笑意，安抚的拍了拍他的手。牙都掉了。我说二位，咱能不能找个没人的地方亲亲我？当着他这么一个单身狗的面撒狗粮，这就过分了吧？军妻极度的嘴脸一览无余，玉夫人眼唇轻笑，似乎又回到了那个不争不抢的温婉女子。玉夫人怎么会跟玉老夫人一起出门啊？咋了？难不成这里面还有什么隐情？军妻那八卦的小眼神又开始不老实的在几个人的身上乱瞟。自上次莫王府一行，家母就一直在驸马府散居。靠！那老头子不让你进门啊！军妻就没有见过这么极品的老头子，指定是那天在他这儿受了气，骗他老婆平安无事的回去了，他就把气给撒在了玉老夫人的身上。那老头子到底是不是男人啊？孬成他那样的也是世间罕见了。自己没本事找回场子，就逮着软柿子你。关键是他还真不怕被别人给笑话，难不成他以为把老婆给赶出了家门，就可以证明自己那不容侵犯的威严了？玉老夫人，您年轻的时候是不是瞎呀？怎么就选了这么一个糟心的玩意儿？不对，不是您眼瞎，是您家里人眼瞎。其实他只是不满陈二爷爷而已。那他就更不是个东西了呀！他这就是狗生气咬猪尾巴，拿别人生气。这种人没品不说，还心理变态。你说说你这个祖父啊，爹行，儿子也不赖。虽然你这个孙子凶残了点吧，但能力却没得说呀。难为你还能在我身上找到个优点。为什么他就高不成低不就，本事没有还脾气特大呢？军妻实在想不通那老头怎么就那么多的怨言呢？上有老子挣得让他享之不尽的荣华富贵，下有儿孙支撑着玉家屹立不倒，躺赢啊有没有？他有什么好不满的？玉老夫人，我看您就不用回去了，您就在儿子那里安享晚年，让那老头子自己折腾去呗。又不是没地儿去，干嘛要回去受那罪啊？实在不行就跟他和离。
嫁妆什么的都跟他清算干净，不能便宜了他。玉老夫人都被他这惊世骇俗的言论给惊呆了。他都多大岁数了？看玉老夫人那惊吓的表情，君妻就知道他做不来这样的事情。要不然玉老夫人您回去折腾那老头子怎么样？他欺压了您一辈子，您就晚年给他点罪受，还是您吃亏了好不好？折腾折腾更健康，反正闲着也没事，您就跟那老头子玩去呗。众人沉默，你丫当这个是过家家呢？玉老夫人，我跟您说，像玉老头子那样的，就适合被别人收拾服帖了。你瞧他老子，他但凡敢表达一下自己的不满，也没劲这么大怨气了。还有我，他在我这受了这么大屈辱，您看他还不是怂的躲在家里窝里耗？他为什么敢欺负您？不就是看您好拿捏，不敢反抗吗？您也不用在意外面的流言，让他们说去呗，又不会少块肉。再说您都这么大岁数了，憋屈了一辈子，难道不觉得不值？玉老夫人怎么可能不委屈？活了一辈子，在家没有人尊重，在外脸面没有，只是他抱着得过且过的念头，想着就这么将就着过罢了。反正您孙子要敢这么对我一定把他家搅个天翻地覆，然后阉了他，再一脚把他蹬了，最后拿着他的家产找10个8个小白脸气死他。玉成一口茶就喷出来了，玉夫人也是目瞪口呆的看着君妻，而玉老夫人呢，整个人都石化了，一块糕点被塞到了嘴里，君妻吐出来，看到玉墨汁有一些发黑的脸，打个比方，别当真。对了，最重要的是家产，玉老夫人，玉驸马爷可是您唯一的儿子，玉家名正言顺的继承人。再说玉家能有今日，除了您公爹，还有您儿子卖身上公主的功劳啊！您就真甘心眼睁睁看着那些财产被那些庶子继承啊？这怎么着也要争取啊，不然多憋屈啊！君妻自认为说的都是正理，却不知道听的人内心有多么的受刺激。玉成和玉夫人扶着被君妻给刺激的头重脚轻的玉老夫人就出了茶楼。玉老夫人有事儿，今日老身便要回玉家了，回去之前老身有一事想告知莫王。什么事儿？不然我给您传达。这恐怕不太方便。哟呵，还挺神秘的。玉老夫人若无事，本王还有政务要忙。当年你曾祖父离世之前给你留了一样东西，老身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你曾祖父在弥留之际特意把老身叫到近前，说那样东西对你很是重要。他把东西交给了你祖父，让他在你成年之后把那样东西交给你。只不过你曾祖父知道你祖父对他有怨，担心他阴奉阳违，不肯把东西交给你，所以就把这件事儿告诉了老身。你曾祖父曾说，若是你祖父不交出东西，就让老身把这件事情告知你，由你亲自讨回那件东西。他还特意强调，那东西关系重大，且只属于你，你务必要拿回来。什么东西？这个老身也不知道。本王知道了。玉墨之神情淡淡，全场最淡定的就是他，好似说的不是他的事儿一样。莫大王爷，你要不要去要回那件东西啊？怎么，你有兴趣？我总觉得那东西不一般。君妻没说的是，其实他心里面隐隐的觉得那东西不仅是跟玉墨之有关，于他来说也很是重要。总之呢，就是让他生出了强烈的想看上一眼的冲动。反正也是你曾祖父留给你的，不要白不要，总不能便宜了那个不要脸的老头子吧？就是那东西没用，君妻也不想给玉林那个讨人厌的糟老头子。玉墨之在君妻的叨叨声里吩咐冯文豪去玉家要东西，在他的心里，这世上就没什么重要的东西，因此那东西可有可无。但如果君妻想要，他要回来即可。不对，那老头子在拿假东西糊弄咱们。你如何知道？这东西他又没有见过，怎么知道是假的？看来这丫头瞒了他不少事儿啊。你还记得那个平凉王吗？他长媳的曾外祖父跟你曾祖父是莫逆之交，当初他在牢里，家里人怕被连累，都不敢跟他扯上关系，还是本姑娘隔三差五的去照顾一下他跟他2个孩子呢。你不知道，他那2个孩子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每次见面我不是给他们带吃的就是带玩的，他们倒好，总喊我姨。你说说我看起来有那么老吗？2熊孩子，这也就是我大度不跟他们计较。刚说哪儿了？跑题的君妻终于是想起来重点没说了。平凉王长媳的曾外祖父与本王的曾祖父相交莫逆。对，他们是好友。平凉王这位长媳小时候有一次跟他曾外祖父去玉家，见到你曾祖父拿出一样东西，并跟他曾外祖父说什么玉家之责关乎天下。当时他太小，2位老爷子也没在意，谁知道他居然记住了那一幕。据他所说，他忘了那是什么东西，但却清晰的记得那东西是个圆形的。
的，我感觉他说的那东西应该就是你曾祖父留给你的东西。我跟你说，人家肯告诉我这个秘密，还是因为本姑娘心善，在牢狱里帮助他良多。他知道我是你的准王妃，觉得这件关乎天下的东西跟你脱不开关系，所以才告诉了我。所以说，有一颗善良的心是多么的重要啊！像你这样的，大家都躲得远远的，落了难，说不定别人还放鞭炮庆祝呢。君妻刚说了两句正经的，就又开始跑偏了。你好像对那件东西很在意。玉墨之又把他给拉回来，确实有些不一样的感觉。你想想，你那时候可是个连路都走不利索的熊孩子，能关心什么天下？所以应该跟你特殊的能力有关。你百邪不侵，能克制一切阴阳之力，这是他打不过玉墨之的原因。因为这家伙克他，每次动手，他的能力都会被压制。这说明你不是凡人。你曾祖父又说那东西本就属于你，我猜那东西可能解开你身上的秘密。本姑娘倒要看看你是哪座山头的妖魔鬼怪，居然能降住本姑娘。玉墨之不搭理他的阴阳怪气，难得这丫头感兴趣，就让她玩去，省得整日里闲得无聊，惦记着什么踏遍万水千山的。玉老夫人，何大小姐，你这是半夜三更的，这丫头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那什么，玉老夫人，我来跟你说个事儿。是这样啊，您不是说莫大王爷他曾祖父给他留了东西吗？可你家老头子拿了个假货来糊弄我们。你们如何知道那东西是假的？因为有人曾见过那东西，你家老头子交出的东西跟那人描述的完全不同。你们是不是需要老身找出那样东西啊？不然为什么要半夜过来找他呢？不是，以您家老头子对您的不待见，您想找到东西很难。本姑娘是想自己来找，但希望您配合一下。老太太在玉家也不容易，她还是不要折腾人家了。需要老身做些什么呀？明天您就知道了。君妾晚上来，主要是让玉老夫人有一个准备，别明日她上门的时候，这老太太还是懵的，那就不好了。老夫人，你接着睡吧，我先走了哈。这丫头真是挺闹腾的。这小丫头不会进门就给这几个人来了一顿下马威吧？不得不说，玉老夫人真像君妻打着探望老夫人的名头上门，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玉玲真的是恨不能让人把她给打出去。玉玲还真就这么吩咐了，可是君妻带的人太狠，直接就把上手的人腿给打折。不仅如此，君妻还借口玉玲拦着她尽孝，把玉玲又给损了一顿。于是他们就大眼瞪小眼的坐在了这儿。老夫人安好。玉老夫人您可算来了，不是我说您府上的规矩也该立起来了。好家伙，本姑娘就是来看看您这位未来的祖母，差点就被人打跑了。您说说，有这样的待客之道吗？这知道的是你们府上的下人脾气大没规矩，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玉家奴才当家呢。放肆！我还放武呢，咋的？显摆你声大呀？有理不在高声，听过没有啊？瞅瞅这些没规矩的东西，庶子那是什么呀？半个奴才，和别人府里见到主母不行礼问安，那就是大不敬，给他们顿板子都不为过。可他们倒好，自玉老夫人出现，连屁股都没抬一下。咋的？钉上长钉子钉椅子上了呀？都给本姑娘站起来！君妻突然大喝，把对面几个人吓得屁股直接就离开了椅子，就连玉玲都差一点抬起了屁股。不行，本姑娘实在忍不了了，去让莫大王爷到宫里去找几个教养嬷嬷来，本姑娘就不信还整治不了你们这些歪脖术。我玉家的事还轮不到你做主。看着在自己的地盘上撒野的君妻，玉玲想杀人的心都有。拜托，你当本姑娘乐意管你们家这些乌七八糟的破事儿啊？还不是本姑娘心善，看不得有些人废得连家都管不好，替她着急。本姑娘好歹是御赐的莫王妃，将来那可是玉家的长家夫人，你把玉家整得乌烟瘴气的，本姑娘将来怎么接手这一堆烂摊子？别忘了，你还没进玉家呢。玉玲气结，还没成她的孙媳妇呢，就这么无法无天的不把她给放在眼里，成了她的孙媳妇，那她还能有活路啊？早晚的事儿了，除非您是觉得皇上的圣旨还有变数。借着老头100个胆子，也不敢质疑渊正帝的决定啊！玉老夫人就从来没有见玉玲这么的吃瘪过，心里痛快的同时，又有一些羡慕。这丫头活的可真够恣意的。玉玲病了，起不来床的那种。主要的原因呢，咱就不提了。半夜，一阵微弱的响动惊醒了熟睡之中的玉林。她睁开了眼睛，正看到自己其中一个庶子鬼鬼祟祟的，不知道在翻找什么东西。你在找什么？没什么爹，就是儿子落了个东西在您这儿，我来找找啊。爹，您休息吧，我先出去了。玉玲的心里面怪怪的，这个庶子找的理由牵强不说，对他似乎也少了往日的伏低作响，
这让他疑惑不已。转天，君妻又跟着玉老夫人晃到了玉玲的跟前。不过让玉玲奇怪的是，这次君妻没气他，只是在他的屋子里面转了一个也就走了。不过等到晚上，玉玲就觉出不对劲来了，因为她不能动了，不仅不能动，连嘴都张不开。可她偏偏清醒得很。正在她内心惊恐万分的时候，一个身影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爹，原来是他的另一个庶子。可是紧接着，屋子里面响起了翻动东西的声音，让他意识到这个庶子不仅没走，反而在他的屋里面找东西呢。玉玲在慌张之中陷入了沉思，她不知道他们在找什么，但是隐约有这种惶恐萦绕在心头。柯大小姐，老爷他真的没事吗？放心了，他拿个假东西糊弄我们，我就是想让他吃点苦头，顺便让他把东西吐出来而已，不会真要他的命。正好趁这个机会，玉老夫人你也能在玉家过得滋润些不是？在君妻看来，这可是一举三得的事儿。那就好。玉老夫人有一些心惊胆战的点点头。这位何大小姐做事儿真的是能够吓破人的胆，人家能够混得声名鹊起，无人敢欺，那还是有一定的道理。你在干什么呢？没干什么，就是找个东西。来人呐！玉老夫人招来人，拿下了玉言，说你们大晚上的总往老太爷的屋子里来，到底是要找什么呀？开始玉言还嘴硬呢，毕竟以前玉老夫人给他的感觉太软弱了，他不认为玉老夫人能够拿他怎么样。但是被打了几板子之后，玉言就说了，躺在床上的玉林也就知道了这些个儿孙要拿他屋子里的一样宝物献给皇上，以求能够加官进爵的事情。快叫成儿来！玉成很快就赶过来了，看着被折腾的没了人形的亲爹，他默默地抹了一把脸。要说这女人狠起来有多可怕，看君妻就知道了呀。突然就感觉自己这个未来公公的前途堪忧是怎么回事啊？这东西有点邪门，你拿远点再打开。玉墨之捏着盒子的手紧了紧，因为他感觉到一股熟悉的力量自盒子里面传来。慢慢的，盒子里面传出敲击木盒的声音，仿佛有什么东西躁动不安的想要破盒而出一样。玉墨之眯着眼睛盯着盒子，然后手上用力，盒子啪的一声就裂开了一道缝隙，金光从里面倾泻而出。紧接着盒子碎裂的声音响起，让君妻只感觉心惊肉跳。招财就跟有狗撵似的，一边叫一边飞奔过来。你来干什么？有生物出现。招财俩绿豆小眼紧盯着玉墨之手中即将报废的盒子。终于在砰的一声响之后，盒子碎成了木屑，盒子里面的东西终于是露出了真容，悬于空中。刺眼的金色光芒照得君妻险些都睁不开眼。什么玩意儿啊这是？是乾坤镯。啥玩意儿啊？很厉害？天地之初留下来的宝物，你说厉不厉害？什么大来头？我现在看见了，是不是就归我了？你长得不行，想得到挺美。这东西是有主的，而且它早就有了灵智，除了它的主子，谁敢打它的主意，必将遭到反噬。说这么玄，还不是被人放在盒子里不见天日这么多年？说了它有灵智，它躲在盒子里不出来，必然是在等待它的主人。那他现在为什么肯出来？君妻的声音突然就卡在了嗓子里，因为他看到那镯子飞到了玉墨之的左手腕处，自动打开就套上去了。靠！快说，那镯子的主人是何来头？他就说玉墨之这个人邪乎吧，果然不是人变的。放手！不好意思啊。乾坤镯乃是莫古君的随身之物。莫古君又是谁？怎么我没听说过这个人物？难道是无名小卒？哼，你才活了多久？莫古君不入仙，不坠魔，不堕轮回，是远古时候最特殊的存在。不堕轮回怎么投生成人的？我怎么知道？莫古君在数十万年前就销声匿迹了，好不好？谁都不知道他的去向。经过这数十万年，知道他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原来是老妖怪的鼻祖啊！怪不得这么邪门呢。他们在墙角嘀咕讨论，那边玉墨之的脑海里不断的闪过过往的画面，有他独自修炼的，有他孤身行走的那孤寂又漫长的岁月，很长很长，长到他都已经不知道存在的意义了。直到玉墨之蓦地看向了君妻，然后就缓缓扯开了一抹惊艳绝伦的笑容。他看过来了。你说他为什么朝着我笑得那么瘆人啊？他不会是想起什么不好的事儿，想杀了我泄愤吧？
哎呀妈呀，这指定打不过呀！现在跑那还来不来得及啊？看着缓步而来的玉墨之，招财的腿也抖得欢了一些。这大佬不会真的如君妻所说恢复记了？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啊，老娘也不是好欺负的。没办法，他也是怕死的好不好？玉墨之突然伸手，在君妻要做出防卫动作的时候，他已经把他给抱进了怀里。招财就傻了，不是这发展，他表示有一些看不懂了呀。想不想知道我是谁？莫古君嘛，招财刚已经告诉我了。君妻的声音有一些闷闷的，不知道为什么，当玉墨之变成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心里面有一些失落。玉墨之低头瞥向了多嘴的招财。别杀我，我不是故意的。为何不高兴？不知道，就是感觉你们好像是两个人。所以你并不希望他消失，反而想让我消失？好像是这样。你喜欢他？是吗？应该吧。等了这么久，终于能够从他的嘴里面听到喜欢这两个字。玉墨之心里愉悦的同时，又有一些酸涩，他似乎在嫉妒自己。我既是他，他既是我，我们并无区别。我知道，可就是会不自觉的在心里把你们分成两个人。你可以把我想成多了记忆的他，你只要记住，我们是一个人，喜欢你的心也并无不同。这样想是好受了些。慢慢来，我们还有很长的时间。也许以前他会着急，因为他一直觉得自己跟他只有一世情缘。现在嘛，时间多的是，他也有耐心。不过我能问你个问题吗？为什么我隐隐觉得你的这个神器对我有敌意？就好像他以前见过他一样。玉墨之不禁沉默，还能说就是因为他才跟乾坤卓错过了10几万年吗？这说了呀，指定会被逼问原因，到时候又得牵扯出当年的事情，还是算了。好不容易得到了他的心，他不想再起波澜了。那个，对啊，你们没有听错啊，大概20几万年前啊，他们就已经认识了。只不过那个时候呢，这丫头还是一座山上的石头精呢。石头精，对，石头精啊！他路过一座山的时候，偶尔看到他抓了一只小兔子，然后他对着小兔子抓耳挠腮流口水，那想吃又下不去手杀的纠结表情就甚是有趣。这是他第一次有好奇的情绪，于是呢，他就留下来了。后来啊，他就一天一天的看着他修炼，看着他作妖。他从来就没有见到过那么能够闹腾的石头精，八面玲珑的跟山里的精怪做朋友，帮这个一点吃的，骗那个一点用的，有的时候啊，还整治个妖精。斗不过呢，他也不怕，而是想歪主意，他就俨然活成了那座山上的山大王。哎呀，他都不知道啊！你说说，一块石头哪来那么多的心眼子呢？得知他的存在，他还特意带了东西去打探虚实。不得不说，这石头精虽然没有人的心，但是感知力却出奇的好。他见到他的第一面就察觉出了他的危险，因此每次见到他呀，都躲得远远的。可他却不知道，他一直都在默默地注视他。看着看着呢，君妻就成为了他眼中唯一的风景，成为了他生活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这么的，日复一日的呀，他看了他10万年，直到有一天，有几个术法高深的大能上山寻他比斗。那次大战几乎是毁了整座山。在他解决了那些人之后，才发现君妻的本命石给毁了。他拿着那块失去了往日光泽的石头，眼角不自觉的就滑下了一滴泪来。他似乎是在恐惧他的消失，恐惧变回到以前的生活。那滴泪落在君妻的本命石上，竟然奇迹一般的让那块石头动了一下。那一刻，玉墨之生平第一次笑了。看来这顽强的丫头很不甘心就这样消失啊。只不过呢，她的那块本命石已经裂了，无法再支撑她重生，所以玉墨之就把她那一缕微弱的灵石送往了阳气最盛的人类之地。他看着他降生在一个鼎石之家，然后回去思索着突如其来的陌生情愫。结果呢，他再次回来找他的时候，他居然死了，肉身没了，他的那一缕灵石也不知去向。当遍寻不到他的时候，恐慌就占据了心头。无法理解这种情绪的他，决定去找他，也是寻找答案。可是他没有想到，这丫头居然还修出了人魂，就是挺佩服她的求生欲的。一个石头精能够修出人魂来，那得是有多怕死。这丫头恐怕不会想到，她的记忆只有1000年，那是因为她的本命灵石太弱，没办法保存记忆。因为他嫉妒你，他总不能说是为了找他动用了损伤神魂的秘法，导致他投身人界。寻他的时候呢，没办法把乾坤镯这个威力巨大的神器给带走，所以乾坤镯才会不待见他这个罪魁祸首吧。明白，到底是不是真的呀？你是怎么变成人的？因为无聊。不明真相的君妻一噎，这凡尔赛的发言哈，忒气人了也。你说玉家那位仙世的老家主是怎么得到这个东西，又怎么会知道是你的？他比明悟道行还高，不是凡夫俗子。靠，原来是有外挂啊！你现在恢复了记忆，是不是本事也回来了？你忘了，每个世界都有自己的规则，像我们这种人都会受到世界规则的压制。若是没有规则压制，这个世界被毁灭的可能都有呢。挂上！哎，
刘叔，那什么，王妃，您就放心吧，老奴一定给您办得妥妥的。那就谢谢刘叔了。一路走过来的玉墨之看着他那比新娘子还兴奋的表情，也是挺无语的。你来的正好，那个份子钱给一下，我让他们攒起来。我四哥他们如今钱袋子比脸还干净，万一以后再要个孩子，岂不是要饿死？这心操的还没成亲呢，连孩子都替人家打算好了。众人，那个是亲哥无疑了。王妃，大早上的你叫魂儿啊？不是王妃，您四嫂出事了。出什么事儿了？今日天不亮，他跟您四哥去祖坟祭拜，结果刚才浑身是血的回来，您四哥不知所踪。君妻见到奄奄一息的廉贞，这脸直接就黑成了炭。这是哪个王八蛋敢把他找的冤大头给伤成这样啊？等他找到那个人，他非把他给油煎了不可。你说你也是的，明知打不过，你就把那废物先丢那里好了呀？咋的？非得搭上自己来显示一下你的有情有义呀？廉贞，就是有一些感动，他还以为君妻会怪他没保护好他四哥呢。你先养伤，我去救那个麻烦精。本姑娘倒是想瞧瞧，到底是哪个不怕死的在作妖。君妻是真心觉得何少康屁本事没有，麻烦事儿倒挺多的，就挺累人。找人对于君妻来说是小菜一碟，他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在曲阳侯府找到了何少康。其实也不是多意外，能够想到何少康新婚祭祖的，除了曲阳侯府的人，恐怕也没有别人了。大师，这逆子真能让曲阳侯府的运势好起来？他以前运势不好，如今有贵人相助，否极泰来，他今后的运势只会越来越旺。你们是他血脉相连的亲人，如果他的运势能为你们所用，曲阳侯府必然能够绝处逢生，柳暗花明。那就有劳大师了。好说，少轩兄曾对我有恩，你们既是他的家人，我自然会不遗余力的帮你们度过此难。灵丘大师有情有义，本侯感激不尽。侯爷不必客气，不过抢夺运势这种事儿，还是何四少自己同意比较，不然咱们都会受到反噬。这何四少，养育之恩大于天，你父母养你这么大，如今该是你报答他们的时候。你须知知恩懂情方为人。听少轩兄说，你违逆父母，为了巴结你那忤逆不孝的妹妹，多次陷曲阳侯府于不义。我现在给你一个赎罪的机会，只要你同意把你的运势借给你的亲人，我可以让你父兄重新接纳。我呸！娘的，你算个什么东西？抢爷爷的运势，还想爷爷感恩戴德？你这么不要脸，你爹娘知道吗？不知道哪里跑出来二溜子，还在这里装大尾巴狼。也就这几个蠢货信你是什么大事？我告诉你们，想用爷爷去换曲阳侯府的新荣，做你们的春秋大梦去。这些人把他媳妇儿打得那么惨，现在是生是死都不知道呢，他恨不能杀了他们，怎么可能还心甘情愿的把运势给他们呀？冥顽不灵，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我也就没必要对你客气了。凌秋从怀里掏出了一道符纸，贴在了何少康的身上，然后嘴里头念念有词。很快的，何少康眼神就开始涣散。何少康，算我要你献出你的运势，你可愿意？愿意，去准备吧。好。很快的，东西就被送进来。凌秋开始布阵施法，君妻也不着急，他就等着给凌秋来一个反击呢。要说这凌秋呢，那还是有些个真本事的。他命令何少康盘膝坐于阵中，他坐在何少康的对面，一道符打在了何少康的身上。繁复的咒语自凌秋的口中倾泻而出。君妻见时候也差不多了，抬脚踹开了门。在别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咬破了手指，把一滴血给弹到了何少康的眉心。何少康霎时清醒过来，我靠，什么情况？君妻拽着他的衣服把他给拎了过来。与此同时，凌秋猛地吐出了一口血来，夺运势不成，他受到了反噬。他阴沉着脸从地上站起来，曲阳侯等人连忙就躲到了凌秋的身后，瞪着君妻，仿佛这样的话他们就有了与君妻抗衡的底气一样。你是何人？居然敢打断我做法！林秋秋，她就是我那个不尊父母、自私自利的妹妹何君妻。哦，原来你就是跋扈嚣张的何君妻。身为修行之人，不顾别人的意愿抢夺别人的运势，你是怎么有脸来指责别人的？小子，你很牛啊！砍伤姑奶奶的四嫂，抓走姑奶奶的四哥，还想抢夺她的运势，咋的？没出去扫听扫听你姑奶奶的名号啊！长得这么有创意就算了，没想到活得也这么有勇气。妹妹，咱们快走吧，我想去看看廉贞。别拖我后腿，也不知道我这么劳心劳力的是为了谁，你还好意思提她？要不是你太没用了，她至于受那么重的伤吗？她嫁给你简直就是跳了火坑了。既然你来了，就一起留下吧。你确定？废话少说，今日就让我好好教训教训你这个不孝不悌、目下无人、无法无天的臭丫头。口气不小啊，这小子到底是被谁惯出来的自大的毛病啊？你过来。
今儿姑奶奶不把你打残了，还就不走了。曲阳侯等人看到君亲那大爷今儿个要大开杀戒的神情，吓得都是面无人色。于是这两个人你来我往的。君妻的修为高出灵丘那不是一星半点儿，最后灵丘连求饶的声音都发不出来了。住手！小儿猖狂，还不速速放开我天玄宗的人！切！我说这小子怎么这么猖狂呢？原来是有人撑腰啊！老头，你可知这小子做了什么被本姑娘教训？就算他做错了，自有我天玄宗处置。老头，你这是想跟本姑娘耍横吗？敬酒不吃吃罚酒，上！王爷，妹夫。何少康找到了玉墨之，把他妹妹被人围攻的事儿一说。本来他以为玉墨之肯定会立马去救他妹妹，结果玉墨之老神在在的，连眉头都没有动一下。你不去救妹妹？何少康觉得呀，以前那真的是看错了玉墨之了。玉墨之瞟了他一眼，看出了他的心思。玉墨之也没解释君妻是一个什么人，那他可太了解，打不过就跑。总之呢，就是绝对不可能让自个儿吃亏的。不过这不担心归不担心嘛，有人欺负自个儿也不能坐视不理。玉墨之整装待发，等他们来到了曲阳侯府，看到这里头的断壁残垣跟躺在地上的残兵败将，才知道这精彩的呀已经过去了。有人暗暗的朝玉墨之投去了埋怨的目光，都怪他们家王爷，这太磨叽，让他们错过了王妃大显身手的精彩时刻了。